爹，我真没推四姐，她自己跳进湖里去的。还敢顶嘴！6年前你俩同时落地，可惜人家是拂晓出生，红霞满天如飞放。你呢，2更破晓，电光火石，暴雨狂泻，黑夜吞天。那时我便知她是腐女，你是灾星，早该在摇篮里把你卡擦。从今天起，你收拾包袱滚去庄子，没我允许，再也不准踏入丞相府半步。爹，不要！爹，我真没推四姐，别赶我走，求求你了！给我滚开！娘，您帮我跟爹爹说说，我不是灾星，我没有推四姐。娘，我想回家，想娘。娘，抱抱。雪儿，都是娘身上掉的肉，娘有多疼你，你是知道的。娘比任何人都不希望你是灾星，可因为你，娘被你爹嫌弃；因为你，娘难产大出血；因为你，这个家差点落败。雪儿，你走吧，娘怕你再待下去，连弟弟也要遭殃。江若雪惊愕地望着她向来柔弱善良的母亲，面若死灰，从地上站起。行，我走。爹，我不想嫁给7王爷，我喜欢的是3王爷呀。放心，婴儿，爹早为你打算好了。7王爷是个残疾人，他母亲还是宫女，配不上你。可圣旨以下该怎么办？圣旨上只说江家有女与7王爷八字相合，佳偶天成，咱江家可不止你一个那天生的。爹，您说的是五妹吗？哈哈，婴儿真聪明，算算时间，她应该也快到了。既然五妹回来了，那我去把家人都叫来。江家课堂欢声笑语，人满为患。江老夫人抿着茶，侧着身子半倚在软榻上，就等着江若雪过来给她这个祖母磕头行礼。五小姐归家。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这乡下的野丫头为何比被誉为皇城第一美人江粉英还要好看许多？你是江若雪？是的，不知你们喊我来有何事？混账！见到长辈为何不磕头行礼，还敢堂而皇之的坐下？没教养的东西！我也想知书达理学富五车，可上无高堂，左右无兄长，谁来教我？五妹万不可这么说，你这不是咒全家都嗝屁了吗？退下去！本小姐说话没有你一个淑女插嘴的资格。她的生母才是这丞相府的正房夫人，她也是这丞相府唯一的嫡女，可偏偏蔡慕瑶卑微懦弱逆来顺受，为了讨好江一晨，不惜给她的宠妾沈婉惜端茶倒水，连带着她成了灾星，沈婉惜生的江粉英成了腐女。五妹说的是四姐愉悦。小畜生，在我面前你就敢欺辱亲姐，我打挂你！江丞相，我们家小姐任何人都碰不得。给我放开！婉清，你胆子也太大了，虎毒不食子。咱们这丞相大人可是心能狠到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扔到乡野自生自灭的，畜生都不如呢。你若是打了他，还不得被生吞活吃了？哼！来人，给我把！老爷，五小姐自幼被送去庄子上生活，心中有怨那是自然，虽她言语不当，可正是要紧啊。子不教，父之过。逆女，你如此目无尊长，野蛮跋扈，都怪我从小没有把你的反骨打掉。你本该永远都踏不进这皇城的，可陛下大发慈悲，为你和7王爷赐了婚，你且准备准备，3日后嫁去7王府。江一晨，你算老几？你说不让我踏进皇城，我就不踏。这话你在自家说说也就算了，到了外面千万把嘴闭好，不然别人还以为你要谋反呢。你还陛下大发慈悲，为我和7王爷赐婚，别说陛下了，就是这左邻右舍，还有谁记得江家有个五小姐？明明是你想钻圣旨的空子，让我替江粉英嫁过去，何必说那个谎？假传圣旨可是死罪。若让我嫁也可以，我身为丞相府唯一的嫡女，嫁的又是皇子，我要嫁妆188八台，纹银10万两，不过分吧？孽障，孽障啊！你怎么不去抢？江若雪，你不过是我江家的弃女一个，别说10万两纹银，10两你都不值。我是不值，可江粉英值啊！你们不是说她出生的时候天降祥瑞，凤凰高飞，她是腐女母仪天下之尊吗？她若是嫁了7王爷，怕是只能当一辈子的草鸡了。她的话语如同利刃，刺穿了江家人的骄傲。呵呵，除非啊，她真像外界说的那样，得了松鹤神医的真传，能医好7王爷的腿，说不准将来7王爷在储君之位上还能争上一争。好，我答应你。对于丞相大人的为人，我是信不过的。10万两纹银，我现在就要。你别欺人太甚，10万两不是个小数目，我现在去哪里给你弄？呵，这若是别的官员如此说，可是能真的？但你30万也轻松轻松。江一晨，我不再是10年前那个任你打骂而无力还手的孩童了，别想跟我玩花样。今日之内，我若见不到银票，那
那七王妃江粉英可就当定了。雪儿，你别生气，银子我和你爹今日一定凑个给你。放肆！本小姐的名字也是你一个贱妾能喊的。江若雪，我的手好疼啊！江若雪啊，江若雪，一切都按你说的办了，你为何还要对自己亲哥哥下如此毒手？他一个庶子，严格意义上来说，见了我也是要行礼问好的，可他上来就要打我。江老夫人，你又为何没有责怪他对我下毒手？好了，嫡庶有别，粉英你和孩子们以后都对五小姐尊敬一些。凌月赶紧去找个大夫正骨去吧。开饭吧，我饿了。哦，对了，从前就常听丞相大夸赞沈姨娘兰心蕙质、体贴温柔，四小姐多才多艺，聪慧过人。一会儿你们一人伺候我吃饭，一人给我跳舞解闷。是，五小姐。吃什么吃？既然老夫人没胃口，就回房歇息吧。来，未来国丈，我敬你，苟富贵勿相忘。10万两纹银准七王妃，富贵都是你。你反过来对我说这种话，这是诚心来讽刺我。吃完饭，管家江柱就给江若雪送来了10万两银票，又给她安排了一间干净舒适的客房。小姐，你难道真要嫁给那个七王爷？可为什么呀？以小姐您如今的势力，您若不想嫁，谁也逼不了您。可是我想嫁。如果在这个世上她必须要嫁人，那个男人就一定是景楚玄。其实真正的江若雪在被送去庄子的途中就嗝屁了，车夫想着她一个弃女也没人在意，便随便把她扔在了河沟沟里。随后他这个21世纪的医学博士就穿了过来，可当时原主太小了，又病又伤，即便他技能万千也无法施展。就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候，有个坐轮椅的少年路过，长得季风明月，俊逸无双，给他找了大夫，为了水和食物。坚强的活下去，要努力变强。你来干什么？我来找雪儿说几句提己的话。让他们进来吧。雪儿，你看这是你的弟弟小远，叫姐姐，这整个江家上下只有他才是你嫡亲的姐姐。既然他也是你生的，为何这么多年你从未提起过，更是没去乡下看过他？如今他都要嫁人了，往后也回不来几次，你还假惺惺的作甚？雪儿，你弟弟年纪小不懂事，你别跟他计较。我看八少爷比您懂事的多。雪儿，娘知道你生娘的气，可当年娘也是被逼无奈啊。若是不顺着你爹，不仅是你，我和小远也得被赶出府去啊。你好歹也是前户部侍郎的嫡长女，是这丞相府正儿八经的正房原配夫人，你是怎么能做到把自己尊严踩碎了，再捧到江逸晨和沈婉欣面前让他们捏着玩的？赶出相府又如何？你的嫁妆难道不够你和你儿女过一辈子优渥的生活？在这每日当牛做马低眉顺眼的，你得到了什么？你的儿女又遭到了什么下场？可你外祖父早死，我的娘家早就败了，我能指望谁？过去的事就不提了，如今你得以重新回来，便是最大的喜事。虽然七王爷他身体不好，但总归是陛下之子，你嫁了过去，日子定要比在庄子上好得多。你何必这么执拗？若是能说些好话，讨得你祖母和爹爹的欢心，这往后你不也算是苦尽甘来了？现在是江逸晨求着我，我为什么要去讨好他？他算个什么东西？日后我成了七王妃，他还不是照样要给我弯腰行礼？还想着当国丈，痴人说梦，脑子是发了大水。你愿意作践你自己，不要拉着我。从10年前你让我走的那一刻，咱们俩之间就注定只能是陌路，往后也不要来找我，不然休怪让你难堪。我这辈子怎么就这么命苦？爹早嗝屁，相公不疼，女儿是灾星，儿子又难管教。既然你不听劝，日后你要犯了事，也别连累我和小远，我们俩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放心，如你所愿。还有一事，我的嫁妆早就被沈婉熙搜刮完了，如今我和小远缺衣少食，这寒冬腊月房里连块炭火都没有。怎么说，你都是我的女儿，我对你是有生身之恩的，你得了10万两纹银，应该给我一半。怎么？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明白？那我不妨说的再详细一点。10年前我被你们送去庄子上的时候，在路上重病昏迷，车夫以为我嗝屁了，将我扔了下来，是一个好心人救了我，所以你们的女儿早就被你们逼嗝屁了。我现在的命是那个人的，恩也是那个人的，你在江逸晨他们面前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在我这倒是耀武扬威的，喝给我滚出去！都说母亲为了孩子可以付出一切，那也要看是为了哪个孩子。在这悠悠长夜，江若雪怎么也睡不着，于是带着婉清在府内溜达。突然一道黑影自墙外急掠而入，径直冲向江粉英的房间。婉清，我们跟上。是小姐。两人施展轻功，直接跳到了房顶，
掀开一片瓦砾，便看到那身穿黑衣的男人将江粉英拥入了怀中。三王爷，您终于来了，我每天都在思念您，心都快碎了。我也时刻挂念着你，可是父皇突然下诏让你嫁给七王爷，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是您的人。你真是个让人牵挂的小家伙。小姐，这里是我们可以随便看的地方吗？看什么看？快去喊人，就说四小姐房里进了贼人。好的，小姐。只过了片刻，江老夫人、江逸晨、沈婉欣以及一群仆人匆忙赶到。婴儿，婴儿啊！婴儿，你在做什么？天哪，这是造孽啊！什么人胆敢闯入我府邸，侮辱我的女儿，我要将你碎尸万段！是我，三王爷。三王爷，臣见过三王爷，请恕罪。臣父见过三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都下去吧。是。片刻之后，景墨雨坐在主位上，江逸晨站在他面前，面带愁容。虽然婴儿心里只有三王爷，臣也一直想要辅佐三王爷，但是圣旨已经下达，婴儿即将嫁给七王爷。现在出了这样的事，这岂不是让婴儿陷入困境吗？在江若雪嫁去七王府之前，所有人都还是默认江粉英是准七王妃的。七王爷在废，他到底是皇子。若是今晚的事传了出去，他们江家便等于是踩了皇室的颜面。往后不仅他悉心培养的女儿一辈子毁了，他在朝堂上也就举步维艰了。所以无论如何，江粉英一定要嫁去三王府。丞相大人请放心，我会负责的。婴儿告诉我，他有个妹妹名叫江若雪，与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父皇指婚的对象应该是她。明早我会向父皇请求，让婴儿嫁入三王府。无论是江粉英的身子还是她的身世，都是他所需。若不是徐贵妃那个贱人从中作梗，他本意也是娶粉英进府的。现在无非是他要受到一点父皇的惩罚罢了。江逸晨心中大喜，面上却不露声色。只能这样了。那我就先回府了。等景墨雨一走之后，江逸晨便往屋顶瞅了一下。江若雪，你给我下来！丞相大人对四小姐的教育真是全面而用心。江若雪，我一再忍让你，你竟然如此不知羞耻，说出这种话来。半夜跟男人苟合的是你，怎么就成了我不知羞耻了？婉清，你现在就去找一帮乞丐，给我把四小姐的狐媚之术传遍皇城。是。畜生，你敢？我为什么不敢？你能奈我何呀？哼，你不就是仗着我要让你替嫁去七王府吗？江若雪，等你嫁过去之后，我能剐了你！突然折扇快速地朝着江逸晨旋转飞去，在众人还没看清的情况之下，便在他身上划了一道红痕，然后扇子又稳稳地落在江若雪的手里。逸晨，老爷，你没事吧？逆女，你要弑父！弑父可是要遭雷劈的，那我可不敢。但让你得个半身不遂什么的，还是轻而易举。所以，我劝丞相大人，你早点认清现实，少惹我。江若雪，你败坏亲姐名誉，又如此的大逆不道，今夜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她本是这皇城达官贵族中最优秀的千金小姐，可今日却一再被江若雪这个卑贱的灾星羞辱，早就憋了一肚子火。江若雪不过是长得好看点，不知天高地厚，无脑嚣张罢了，没想到还有点真本事，心中嫉妒的快疯了。今天必须狠狠地把她的气焰打压下去才行。来，你过来啊！送。婴儿7岁便学武，怎么会在江若雪这个小贱人手下一招都撑不住？好了，困了，我要去睡了。以后啊，你们就不要再往我跟前凑了。在我眼里，你们也就只是几只猴而已。我无聊时耍耍逗下乐子。江若雪，你别得意，你是嫡女又怎么样？你武功比我高强又如何？3日之后，我为三王妃，未来的皇后，而你是废物七王爷之妃，我定会将你抄家流放，半路折磨至嗝屁。我很期待呢。三王妃。最后的笑声带有强烈讽刺意味，冷笑萦绕。夜晚中，唯有江若雪心境平和。次日早晨，江府女眷精心装扮，等待圣旨。他们等待了整整1小时，大内总管高渐才现身。圣旨到，江粉英接旨。臣女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丞相江逸晨之女江粉英秀外慧中，贤淑聪慧。次日，三王爷景墨雨为侧妃，2日后与嫡妹江若雪一同出嫁，钦此。侧妃。江粉英像是没听懂一样，惊愕的眼神空洞一片。江家其余人也是瞬间变了脸，沈婉熙腿一软，差点跌倒在了地上。江四小姐接旨吧。臣女接旨。高公公，陛下怎么将我这4女儿赐给了三王爷做了侧妃？不应该是正妃吗？江丞相，您这不是糊涂了吗？
三王爷那可是将来最有可能成为储君的人选，他的正妃怎可能是一介庶女？可是放眼整个皇城，谁家的女儿能有我婴儿出色？我说江丞相啊，你宠妾轻妻，重树轻敌，可不代表所有人都是这样啊。尤其是皇家，那嫡就是嫡，庶就是庶，若嫡庶不分，可不就乱了套了吗？多谢高公公提点，本官明白了。所谓树大招风，就算不论嫡庶之分，哪个家族也不可能一门两个皇子正妃。江一晨心里咯噔一下，他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陛下多疑，本就在一点一点削弱他的势力，又怎么会让他最得宠的女儿为最得势的皇子正妃？看来他之前把婴儿赐婚给七王爷，也不过是趁着赵贵妃的话顺水推舟罢了。明白就好，咱们吃的都是皇粮，一切还得谨遵皇命。为什么？爹，为什么？我自幼便琴棋书画远超他人，武功医术也是一样不落，容貌出众，秉性温柔，我到底差在哪里？陛下为何只册封我为三王爷侧妃？我不甘心，爹，我不甘心啊！婴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侧妃正妃又有什么关系？只要三王爷足够宠爱你就行了。等将来他成了储君，当了姬，想封你为皇后，还不是一句话的事。侧妃啊，侧妃，那不就是妾？那些个名门贵女还不知道要怎样笑话她。江若雪，你如愿了。这点小事还要许愿？是个人也知道你区区庶女不可能成为三王爷的正妃，只是你们异想天开，做梦罢了。全是些愚蠢货。爹，您那么疼爱我和娘，为什么您就是不肯休了夫人，将我娘抬为正房？这样我不就是嫡女了？江粉英这个问题，在场的所有人都想知道。是不是我太宠你了？竟然说出如此不分尊卑的话，我休不休妻还轮不到你来智慧。20年前，一个路过的高人给他算过命，这个世上只有蔡慕瑶的生辰八字跟他最合，只要他是他的正妻翌日，就能保他官运亨通翌日。所以这么多年，即便他再怎么嫌弃蔡慕瑶，他都不可能将他休弃。老爷您别生气，月儿她今日受了刺激，脑子不太清楚，我这就将她带回房，准备出嫁之事。去吧。那月儿与武小姐同日出嫁，这嫁妆是否也与武小姐一样？不可，江若雪到底是嫡女正妃，婴儿的嫁妆若是与她一样，不仅打了我们丞相府的脸，还是折了皇家的颜面。那老爷说婴儿的嫁妆该给多少？就88台吧。银票呢？1万两。婴儿嫁入三王府，上上下下都要打点，1万两是否少了些？寻常官员之女，就算入宫为妃，也只是带上1000两银子傍身。他一个王爷侧妃1万两，怎么就少了？本来他的确是准备给江粉英和江若雪一样多的嫁妆的，可偏偏江粉英只是个侧妃，一是不宜张扬，二他心里终是不舒服。老爷说的是，沈婉惜不再争辩，左右他这些年长家，私藏了好10几万银两，还有7、8座宅院，男人靠不住，他便自己补贴给女儿。很快就到了江家2位千金出嫁的日子。这天艳阳高照，晴空万里，江若雪一大早就起了床，梳洗打扮，换上了嫁衣。沈婉惜从外面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一个精致的小铁盒子。她一见江若雪，便心堵得厉害。这个贱丫头竟然这样美，尤其是那一身大红色的嫁衣，与那额间的梅花印交相辉映，将她衬托得倾城如画，惊为天人。再想想她自己的女儿，明明是真命凤女，却只得穿粉色嫁衣，她真是痛心啊！她那么高贵的女儿，为何总是要在江若雪这个卑贱如烂泥的丫头面前低她一等？武小姐，这是雪肤膏，涂上之后肌肤能白里透红，娇嫩如水。今日是你和月儿出嫁的日子，咱们丞相府双喜林，我特意托人买了2盒，来为你们2人增添异彩，定能让你们的夫君瞧着满心欢喜。沈姨娘有心了，先放着吧，一会让婉清帮我涂就行，你还是赶快回去照顾4小姐吧。江若雪的话正合沈婉惜之意，她本来也不敢碰这雪肤膏。感谢武小姐的体谅，那我这就回了。小姐，您怎么敢收她的东西？万一她要下毒，害您怎么办？你说对了，这雪肤膏里还真有毒，用了之后不出3日脸就会溃烂生疮。这沈姨娘真是蛇蝎心肠。没关系，她不是也给了江粉英1盒吗？你去把我这盒跟她的调换一下，做得隐蔽些。是，小姐。出嫁当天，3王爷和7王爷都没有来接亲，各自派了一顶花轿来。3王爷那是内妾，他不来是正常。可是7王爷他这不是诚心要落您的脸面吗？我虽是嫡女，却也是弃女。江家用一个弃女代替江粉英那个明珠嫁入七王府，这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之事。七王爷定然多多少少也会有些芥蒂，况且他身子不方便，不来也无妨。是，小姐。丞相府与七王府只相隔了2道街，
一炷香的功夫就到了。可如此大喜之日，七王府不仅没有张灯结彩，门口连个迎接的小厮都没有。小姐，落轿。随后，他自行走下花轿。婉清，去把大门劈开。是。婉清本就替他家小姐不满，一心怨气，握着长枪，用了8成功力，就把七王府的大门劈成了碎片。管家赵四赶紧带了几个护卫走了过来。婉清，杀！是，小姐。你们这是干什么？我还想问问你们七王府在干什么？七王妃的花轿都临门了，为何不见人出来迎接？什么七王妃？不过是一个弃女，来便来了，还摆什么架子？婉清，掌嘴！七王府的一众下人都没有反应过来，这必测的七王妃本是丞相府最受宠的4小姐，可最后不知道为什么换成了自幼被弃的5小姐。按理说她初回皇城，应该夹着尾巴做人，为何刚到七王府就敢如此嚣张？赵四更是难以置信。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这七王府的管家赵四，皇后娘娘的18代远亲侄子。别管你是谁，入了七王府，便是这七王府的奴才，敢咬主子的奴才，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死。婉清，杀！是，小姐。赵四什么话都没说出来，便瞪着突兀的眼睛轰然倒地。江若雪微微一笑，明明美的倾国倾城，却让人觉得脚底生寒。今日本妃大婚，若有哪个找死的奴才再不安分，全部格杀勿论。这红彤彤的鲜血，正好为本妃和七王爷喝彩了。七王府一众丫鬟小厮都是以赵四为命是从的，如今这新来的王妃一进门就把赵四杀了。婉清，去请七王爷过来拜堂，若是他闹了脾气不愿过来，你可强行将他推来。不必了。江若雪回头便见一个男人坐在轮椅之上，如芝兰玉树，光风霁月，说不出的金贵雅致，道不明的清俊无双，尤其是那一双好看的丹凤眼，像一潭深不见底的幽泉，让人沉迷其中难以自拔。王爷，别碰我。那我们就直接拜堂吧，免得错过了吉时。没有高堂，没有宾客，新郎新娘也不需要敬酒寒暄，拜完堂便直接进了房。来人，不知王妃唤我们有何事？去拿2床新的被子和一些食物过来。七王爷无能，没有任何产业，每年开销全靠着陛下给的那点月银，根本不够王府开支。别说新被子，就是烂被子也没有。区一个下人，竟敢辱骂王爷！烂被子没有，你身上的衣裳倒是新的很。婉清，将他的舌头割了。不要，江若雪，我是皇后娘娘的人，你先前已经杀了赵管家，若是再动了我，皇后娘娘定会将你凌迟处死的。那既然这样，你先死。婉清，让他死得远点，别影响了本妃的胃口。是，小姐。王妃，奴婢这就去给您拿被子。只是片刻，他就抱来了2床锦缎面的软被，还在屋内点上了炭盆。他可不管将来皇后娘娘对这七王妃是何惩罚，他只知道若是这回怠慢了七王妃，定是要命丧黄泉的。王妃，您想吃什么？奴婢这就去伙房给您端来。这里是七王府，凡事都要以七王爷为尊。奴婢明白了。王爷，您想吃点什么？能填饱肚子便可。是。平日里他们都是这样对你的吗？你连饱饭都吃不上吗？江五小姐在丞相府不也是过的这种日子吗？就连江逸晨让你替庶姐嫁给我这个残废，你也不得不顺从。是，你我都是同样的人，但庆幸的是我6岁便被赶出了家门，学了不少保命的本领。我若不想嫁，江逸晨命令不了我。若是我说我嫁给你是真心喜欢你，想疼你爱你照顾你，你信吗？轻浮。这世上除了他那么早亡的生母，就再也没有人会疼他爱他了。可江若雪只关注到了他的手，好凉啊！江若雪，你要干什么？给你暖手啊！我不冷，也不用你假惺惺的，起开！哼，不识好歹，动个屁你个王八蛋！怎么，才这么一会就装不下去了？还不是跟其他人一样，张口就骂本王？我跟他们可不同，他们是轻看了你，但我骂你是因为我作为你的妻子，你不体谅我的苦心。景墨雨没说话，心中又冷了3分。正常女子被逼嫁给了一个残废，定是又哭又闹。可这江若雪却泰然自若，不仅说些轻佻的话哄骗他，还像是寻常人家的小媳妇一样跟他撒娇耍小性子。难道是皇后和江逸晨发现了什么，两人合谋派这个弃女来监视他的？杀皇后的人只是他想更快的取得他的心。王妃，这是您的饭菜。王爷多吃点，香而不腻，很好吃。王爷怎么不吃？是怕没有银子吃不起吗？别担心，我有钱，我养你。来的时候江丞相可是给了我10万两纹银呢，什么都不干也够咱俩荣华富贵一辈子了。本王身体不舒服，吃不下。王爷，你没事吧？江若雪赶紧起身去给景墨玄顺了顺背，然后趁机抓住了他的手腕。这脉象初探病入膏肓，
再探安然无恙，假象瞒天过海。江若雪突然好似明白了什么，还不赶紧去给王爷熬药？若是王爷有什么闪失，本妃定饶不了你们这些婢子奴才。是。没外人了，王爷不用装了。你不吃东西，是因为知道这饭菜里有毒吧？这是万花解毒丹，虽不敢说能解世间所有毒，但对付这种慢性毒药足够了。没等景墨玄有什么反应，他直接就把丹药塞进了他嘴里，入口即化，口齿留香。你说什么？这菜里有毒，本王的胸口更疼了。景墨轩，胸口没长在头上，本王是全身都疼。行了，快趁热吃点吧，一会下人把盘子撤走了，你又要挨饿了。对于景墨玄在他面前装病，江若雪一点都不生气，他于他而言是恩人，可他对他来说只是别人强塞过来的替嫁女，他有所警惕是应该的。谢天谢地，他喜欢的男人不是个无脑傻白甜。景墨玄的生母是皇后的宫女，被醉酒的陛下一夜恩宠，可以说景墨玄和他的生母就是皇后的眼中钉肉中刺，但凡他是个正常人都不能活到现在。半个时辰后，梅欢端来了满满一碗黑乎乎的药。王爷喝药了。本王这身子时日不多了，还浪费这药做甚？不喝。王爷可不能死，我这才刚嫁过来，你就要死，不正坐实了我是灾星的传言了吗？所以啊，王爷不但不能死，还得长命百岁，病痛消除，双腿重新站立。你放开！王爷，乖乖喝药。景墨宇闻到这药味都快吐了，以往的药他都是偷偷倒了的，现在房里多了一个人，他不得不喝。不行，我得想个办法，让这个死丫头离我远点。江若雪，你一个弃女根本配不上本王，你滚出去，不许跟本王住在同一个院子。少闹脾气了，告诉你啊，往后这期王府你为尊不假，但大小事宜我说了算。既然咱俩成了亲，你活是我的人，死也得是我的鬼，今生今世只能跟我同床共枕。江若雪在床上躺了一会，突然又想起来了什么。婉清来了，小姐。小姐，你有什么吩咐？把桌子上的那2匹布拿去给王爷做几身衣裳，还有将这七王府所有的下人全都打发走，重新招工。她才嫁过来第一天，又是遭下毒，又是被下人顶撞的，还个个都不把七王爷放在眼里。要是不把这些人清出去，以后有的闹心。那若是有不愿意离开的呢？每人20两银子，有卖身契的一并还给他们，谁若是不从，便直接卖了。再有像赵四那样不知自己几斤几两的，杀。明白了，小姐，奴婢这就去办。第二日，因为要去宫里给太后和皇后敬茶，江若雪早早的便起了床，来到太后的长寿宫，正好皇帝皇后都在，江若雪和景墨玄也不用再单独去给他们敬茶了。但他没想到的是，景墨宇和江粉英也皇后娘娘救命啊！儿臣见过皇祖母、父皇、母后。哀家今日头疼的厉害，这敬茶你们2对新人都免了吧？母后，雨儿这新娶侧妃粉英，乃是松鹤神医的高徒，不如让她给您瞧瞧。真的？回皇祖母，妾身的师傅的确是松鹤神医。那你便过来为哀家瞧瞧吧。只是你身为皇子侧妃，喊哀家皇祖母逾越了。是妾身口误，还请太后娘娘责罚。皇后娘娘喜欢她，说她虽是侧妃，却等同于正妃，也可以和三王爷一样喊她为母后。她便以为太后也会心疼她，屈尊降贵做了侧妃，准许自己喊她皇祖母。没想到这个老东西竟如此古板。念在是初犯，就免罚了。谢太后娘娘。既然进了皇家的门，一切就要守皇家的礼。今日是太后大度，若下次再言语有失，便重打30大板。他就知道江一晨那个狗东西是不安分的。区一个庶女，整日传是什么天命之凤，都怪他下圣旨的时候没有点名道姓，让江粉英嫁去七王府，不然哪里能让他钻了空子。现在江粉英只不过是皇子侧妃，竟还心高气傲的，不挫他的锐气，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卑贱的货色。是陛下。江粉英低了低头，努力忍住屈辱的泪水。总有一日，他为一国之母，定要将所有羞辱过他的人踩在脚下。他小心翼翼地为太后号了脉。太后娘娘，您的身体并无大碍，只是常年操劳，加上年岁已高，才每况愈下。头疾乃是血脉堵塞而致，妾身开个药方，您每日喝上1副，连喝半月，便会神清气爽，疼痛消除。三王爷侧妃妙手回春，兰心绘制，上玉如意1柄，珊瑚流珠金钗1对。谢太后娘娘。好了，哀家累了，你们都退下吧。是。陛下，今日阳光甚好，御花园的梅花也开了，正好雨儿和墨玄都带着新妃进宫，不如我们一起去散散步吧。也好。江若雪本想快点回去的，如此也只能跟着他们来到了御花园。也不知道皇后又憋什么坏水，落座之后，几个宫女太监便陆陆续续的上了果盘点心。站住！七王妃，
有什么吩咐吗？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宫里的？奴才叫小寸子，是皇后娘娘宫里的。皇后娘娘救命啊！七王妃，你好大的胆子！本宫和陛下还在呢，你竟敢行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皇后娘娘怎可给儿臣扣这么大的罪行？这个狗奴才敢对七王爷不敬，妾身只是小小的教训一下他而已。欺负他，他或许能忍，但欺负景墨玄的，都要就地受罚。罗淑妹咬牙切齿，眼底隐藏着杀气。谁敢？父皇，无论七王爷是疾病还是残疾，他都是您的亲生儿子，糟践他的人，就等于是在打您的脸。您就如此看着一个太监欺辱他，而无动于衷吗？七王妃，您怎可跟陛下如此说话？这丞相府的人是怎么了？一个个都觉得自己长了3头6臂，比别人能耐。庶女想当国母，嫡女敢质问陛下，也不知道是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是朕对墨玄疏忽了，如今墨玄有了王妃照顾，朕甚是欣慰。轻视主子的奴才，杀了又何妨？打便打了。皇后，你何必小题大做？日后要对宫里人严格管教才是。都说丞相府的嫡小姐自幼便送去了庄子上，自生自灭。她本以为她就是个懦弱无能小丫头，没想到却是个虎妞，上来就打皇后的人，说明她对江家记恨得很，让她时不时的咬皇后几口，倒也能解解。江若雪，你少猖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江家谁说的。陛下，臣妾听闻，昨日七王妃一进府，便把七王府的管家杀了，这分明是没把墨玄放在眼里，藐视皇室，理应重罚。母后的消息滞后了，儿臣不仅将七王府的管家杀了，还将那上百个丫鬟小厮全都打发走了，要重新招一批下人。往后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下人敢对七王爷不敬，杀无赦。陛下，七王妃胆敢在您面前如此猖狂，她定是起了谋逆之心了。皇后言重了，七王妃只是心疼丈夫罢了。再说，她堂堂一个王妃杀个下人，不是正常吗？她又不是要杀朕，怎么就跟谋逆扯上关系了？好了，朕乏了要去休息了，你们也都回吧。江若雪，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杀了本宫的远亲，给本宫跪下！我劝皇后娘娘少惹我，不然你也是杀得的。江若雪，这里可是皇宫，你竟敢说要杀国母，你这不是谋逆是什么？来人呐，给本宫把江若雪抓起来，关入大牢。江若雪从腰间拿出了一块金灿灿的令牌。皇后娘娘认识这个吗？免死令？你怎么会有免死令？免死令不仅仅是能免他的主人死罪，更是代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历朝历代的皇帝从不轻易赏赐免死令，当今陛下也不过赏赐了2块，具体赏给了谁，他无从知晓。但无论怎么样，都不该是江若雪这样一个弃女能有的东西。比罗淑敏脸色更难看的就是江粉英了，她没见过免死令，但她听过，怪不得这个江若雪这个小贱人敢如此猖狂，原来是仗着自己有免死令。这个皇后娘娘就无权过问了，刚刚陛下口谕可是让我们都回去呢。皇后娘娘，您敢抗旨不遵，我可不敢。我和七王爷这就告退了。江粉英，你这个嫡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这些年在乡下都发生了些什么？回母后，儿臣也不知。废物！既然太后说了要守规矩，日后你还是唤本宫一声皇后娘娘吧。本以为江家这个精心培养的庶女大有能耐，没想到连弃养的嫡女一根脚趾头都比不过。现在看来，真是庆幸陛下没封她为允儿的正妃。是，皇后娘娘。王爷，今日阳光如此好，你陪我一起去街上逛逛吧。本王有的选吗？随你。没有。你如此明目张胆的得罪皇后，她定然饶不了你，都要大祸临头了。你还有心思逛街？罗淑敏的大哥是郑国大将军，私下还养了许多死士，朝堂上凡是与他们作对的，最后都离奇身亡了。这小丫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江若雪却毫不在意。她若是不安分，还敢来找事，那大祸临头的就是她。不提那些扫兴的人了，你想不想吃东西？不用。过了一会便临近晌午了，江若雪找了家酒楼，点了4个菜，还未动筷，就听见一道讽刺的声音：哟，这不是五妹妹和七王爷吗？这刚大婚第2天，2人就一起来吃饭，果然灾星和废物般配得很呐。这样的话，景墨玄听得太多了，他连头都没抬一下。江若雪抬头看了看，只见那江灵月已经带着4个虎背熊腰的手下走了过来。滚远点，别影响本妃吃饭。江灵月对他一直怀恨在心，现在他走到哪里都带着4个武林高手，为的就是哪日碰到了江若雪，好好教训他一顿。只是没想到机会这么快就到了，他高兴还来不及的，怎么可能走？怎么说，我也是你3哥，妹妹做了王妃就瞧不起娘家人，连请哥哥吃个饭都不行吗？你是不是想让你的胳膊彻底废了？江若雪，你少猖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江家谁说的。好疼啊，疼死了！江若雪，我要杀了你，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杀了他！遵命。
江若雪，你等着，我回家告诉爹，他定饶不了你。哼，去吧，我等着。呵，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对杀一双。王爷、王妃，新招的下人来了好多报名的，你们要不要挑挑？也好。待他和景墨玄坐好，面前黑压压的站了好多人，下人多了也容易生是非，不如我和王爷每人挑选几个出来。本王没意见，王妃先挑。这个、那个，还有那个。看似他是随便指了几个，其实这几个原本就都是他的人，但没想到轮到景墨玄的时候，他也是随手指了几个，这让一众来报名竞选的人都傻了眼，什么才艺技能都没考核，这下人就招完了，就连江若雪都嘴角抽了抽。王爷，这未免有点草率了吧？王妃不也是如此吗？我这是因为相信婉清的眼光，凡是他能让进门的，想必都不会差。本王这是相信眼缘，只要本王看顺眼的都行。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回主，回王爷。奴才叫楚寒，今年20岁，从3岁开始练武，洗衣做饭打架杀人样样都会，甚好。今后就由你做本王的贴身侍卫。是，本王累了，推本王回去休息。是，王爷。看着那一主一仆的背影，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可又说不上来。婉清，我也要去小憩一会，你呢还得再辛苦一下。这七王府的房子大多都年久失修，你还要找些工匠把房子修一下。另外，我看府内有片小湖，景色不错，你在那里给我新盖一片院子，也不用多大，3间主屋，2间厢房，1间伙房，然后要装饰的雅致舒适。以后这七王府的大管家就是你了。是小姐，奴婢明白，奴婢这就去办。江若雪睡了一觉起来，明显感觉天变得阴冷了起来。小姐，江丞相来了，说找您有要事相谈。哼，无非是来兴师问罪的，反正我也闲着无聊，让他在大堂等吧。江若雪又换了衣裳，磨蹭了好一会才过去。江逸晨见他姗姗而来，心中不由得更气了。江若雪，你是不是以为自己会点3脚猫的功夫就有通天的本领了？江丞相见了王妃不行礼，还大呼小叫的，是真准备要谋反了吗？那你还委屈自己的宝贝女儿当个侧妃干什么？直接当个公主多好。臣见过七王妃。江丞相这个时候来是有什么事吗？你不是明知故问吗？江若雪，你今日在宫里都干了些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还以为你是为了你那3儿子来的，原来是为了罗淑敏来的。本来我还为你对我冷血无情而耿耿于怀，现在我突然心里平衡了一些，原来你对哪个孩子都不爱，你爱的只是你的权势和地位。他把江粉英捧在手心里，不就是他以为江粉英的命格是母仪天下吗？若是将来登位的不是3王爷，而是别的皇子，那江逸晨可就成了天大的笑话了。你少转移话题，皇后面前你都敢要打要杀的，手里还握着免死令。江若雪，你这些年是不是背着我加入了什么组织？跟你有什么关系？不，我得感谢你，要是不是当年你将我赶出了府，自生自灭，我也不能有今日的成就。若是我一直生长在丞相府，那除了无尽的屈辱和痛苦，就再也无其他了。逆女，我跟你说的是你得罪皇后的事，你老跟我扯东扯西的做什么？我不是也说了吗？跟你有什么关系？就算把这个国灭了，你也就是个逃荒的难民，你以为你还有什么话语权？行啊，与我无关。那咱俩现在就签一份断绝关系的文书，免得日后你连累了我相府。从前他还一直不明白，一个小小的女子怎么就能是灾星，现在他知道了，这个小贱丫头嚣张跋扈，犯的都是抄家灭族的大罪，早晚有一日会捅出天大的篓子。为了保全丞相府，他必须立马跟他划清界限。好啊，正合我意，但这文书不是我跟你断绝关系，是要跟整个丞相府断绝关系。如此更好。婉清拿了笔墨纸砚来，文书写好，两人签字画押。江逸晨怕有生变，不顾天色傍晚，就跑去了官府盖了大印，拿到断绝书。江若雪的心情大好。婉清，去弄点下酒菜，本妃要庆祝一下。好的，小姐，奴婢这就去准备。来，婉清、楚寒，你们俩也坐下一起吃。属下不敢，王妃和王爷慢用。小姐您吃吧，我方才也准备了一些菜，待伺候您和王爷吃完，我和楚寒就去吃。不用伺候了，你们现在就去吃吧。有事我喊你。谢小姐。楚寒，你怎么不走？楚寒只是有点为难的看向了景墨玄，他家主子不发话，他哪敢擅自去吃饭？你也去吧。是，谢王爷。王爷，来喝一杯。不喝了，女人与酒只会影响男人拔剑的速度。景墨玄，你这凄惨小可怜的形象是不是迷惑别人的？事实上，你在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也想着有一日登上皇位，一雪前耻。王妃想多了，本王只是为了苟活，一个残废如何能当帝王？若是我能把你的腿治好呢？实话告诉你吧，江粉英不是松鹤神医的徒弟，松鹤神医只有一个徒弟，那就是我。而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只要你的腿不是截肢了，我都能让你重新站起来。不用白费功夫了，
没人能治得好本王的腿。不费功夫就看一眼的事，把你的2条裤腿卷起来。本王说了不治。江若雪，你是想存心羞辱本王吗？我没有，只要有我在，这世间只要羞辱你的人都会付出代价。景墨玄，你信我，我真的能治好你。他的少年该是鲜衣怒马，意气风发，而不是坐在轮椅上任人欺凌。我不要治，滚开！这可由不得你。说罢，他就拿了条绳子，直接把景墨玄绑在了轮椅上，然后唰的一下就拽掉了他的裤子。你江若雪，你发什么疯？怎么了，王爷？发生什么事了？本妃与王爷在做夫妻之间的游戏，你们大惊小怪的干什么？你们俩不用在这守着了，都去睡吧。还有以后没有我的命令，不准随意进来。是小姐。主子啊主子，您就别装残废病秧子，要不然同个房还得是被摧残的一方。江若雪，你胡说八道什么？我说是事实啊，王爷这裤子都掉了，我不说做游戏，难道王爷让我说咱俩准备造小世子或者小郡主？闭嘴，轻浮！江若雪伸手放在他的胸口上，还有意无意地摸了2下。王爷今年也23岁了吧，正值气血方刚，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想？残废不配享。我不许你这么说自己，你配得上这世间所有的最好。时辰不早了，睡吧。睡什么睡？还没给你瞧腿呢，你这腿是怎么伤的？小时候从阁楼上不小心掉下来摔的。疼吗？有感觉吗？没有任何知觉。这里呢？也没有知觉。你这是伤得太久了，里面血液不流通，坏死了。没关系，我给你连着施几日针就好了。景墨玄看着他拿出了20根锃亮的银针，刚想别，但又怕他起疑心，便硬生生的忍下了。趁着他转身的那一刻，抬手点了自己的双腿的穴道。这次是真的麻木了，罢了，只要他不觉得疼，便随他折腾吧。就是这双腿跟着他要受点罪了。景墨玄，你没有觉得痛？没有。不应该啊，难道是我的医术退步了？没事，明晚继续扎，总有一日你会重新站起来的。深夜4更天，江若雪睡得正熟，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打斗的声音。她快速的起床，匆匆穿上衣衫，瞅了一眼还在睡的景墨玄，便出了门。门口晚清和楚寒带着4个新招的护院，正和黑衣人打得不可开交。楚寒，回屋守着你们王爷。是，王妃。等他进屋的时候，景墨玄已经坐了起来。王爷，这些刺客武功高强，而且个个下死手不要命，我们要不要去帮王妃？不用，你们王妃可是当着皇后的面都敢直言要杀她的人，就这几个死士，也就是她动动手指的事。但他们这大半夜的扰了本王和王妃的好梦，实属该死。一会等王妃那边结束了，你派人把他们的尸体都调到镇国将军府的大门口。是，王爷。咦，王爷，您怎么不睡床上，而睡榻上？本王晚上和王妃做游戏输了，他罚本王睡榻上的不行吗？行。仅仅是一盏茶的功夫，江若雪就从外面回来了。王妃，您没受伤吧？那些刺客怎么样了？全杀了，没事了。楚寒，你回去睡吧。是，王妃。楚寒对江若雪又恭敬了几分，他家这王妃真是厉害，杀了那么多人，身上连滴血都没沾。第2日，江若雪起床的时候都快晌午了。小姐，你说奇怪不奇怪？昨夜我明明让人把那些刺客的尸体都扔到了乱葬岗，可今日一早，那些尸体却全都吊在了镇国将军府的大门口。你让人干的。我一个废物王爷，若不是靠着王妃你的钱财，连顿饱饭都吃不上，哪有那个能耐？那难道罗振商还有别的仇人？那人故意趁此机会把尸体挂在他门口，这样他也只会把这笔账算在小姐您头上。这我可不介意，这么狠的招我怎么没想到呢？杀鸡儆猴，一举就能让全皇城的人都知道我不是好惹的，省得哪个不长眼的日后再犯到我头上。去人多的地方传下去，就说镇国将军派人刺杀七王妃，七王妃将人割喉放血杀了后，又吊在了将军府的大门口。总之，把我传得越可怕越好。别的女子都是生怕自己的名声坏了一丁点，王妃倒是恐怕天下有一人不知道你是个恶魔。这世上人善被人欺，我要利不要名。再说了，我又不用说婆家了，什么名声不无所谓吗？而且我这么美，要是再善名远扬，王爷你不就该担心我被别的男人拐跑了吗？江若雪，既然你这么美，稍微装一下贤良淑德，必定有不少男人等着娶你。你为何要嫁给我？10年前你救过我，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不会忽悠你说下辈子给你当牛做马，我只想这辈子以身相许。你是那个快死在路边的小女孩？是。怎么样，你的善因得上过了吧？娶了一个我这么温柔善良又漂亮多金的娘子。果然啊，路边的人不能随便救，不是来折磨自己的，就是来上演生死虐恋的。这两者，景墨玄宁愿他的报应是前者，毕竟折磨只伤身，动情了会伤心，伤身只会自己死，伤心却可能会拉着全天下一起死。这日，江若雪带着婉清在街上闲逛，
路过一家叫醉仙楼的地方，只听里面丝竹声悦耳，甚是好奇。花开花落，日升日没，真情如烟波。人知知寂寞，谁在乎因果？婉清，这醉仙楼啥来头？小姐，这地儿就跟咱王爷府里的酒肆差不多，看上去豪华高档，喝茶听戏赏舞，啥玩意儿都有。花楼吗？算是也不是。这的姑娘都美若天仙，多才多艺，但若有哪位公子敢一厢情愿，还得问问小姐同不同意呢。女的也能去吗？有的富婆无聊也会来听听小曲儿，挑个男宠。小姐，您可是七王妃，不可乱闯啊。虽然他觉得那地方挺好玩，但可能对自家小姐名声不好。可惜江若雪根本没当回事，大摇大摆走了进去。这时走来一位穿着华贵的太太，笑脸相迎。姑娘是想应征吗？少废话，我家小姐只是来听听曲子罢了。哎呀，可惜了，像姑娘这么美的脸蛋实在罕见，要是能为我们醉仙楼献舞奏曲，肯定能大红大紫。把你们这儿最厉害的姑娘叫出来。真不凑巧，静怡姑娘正陪着贵宾呢。这个够不够？这不是钱的事，这跟钱财无关，关键是那位静怡姑娘陪的大爷咱们惹不起啊。算了，就这样，那换个更会跳舞的来吧。哎呦喂，放心，我立马儿给您去找。姑娘贵姓？方便告知吗？江。这位妇人心中不禁疑惑起来，姓江，美如仙女，出手阔绰，莫非是江府的那位四小姐来找三王爷了？她忍不住朝楼上的雅间瞄了一眼。江小姐您好，我是寨的掌柜，叫红月，你有事尽管找我。就在此时，楼梯传来一阵骚乱声，众人抬头一瞧，只见一个穿着长袍的男子在追逐一位白衣姑娘下楼。这位姑娘便是白静怡，那个男人竟是三王爷景墨雨。本来只是来看戏，没想到成看大戏了。红妈，救命啊！红妈，当着贵人面咋咋呼呼像话吗？雨公子不就是让你抚琴演唱吗？边说边对景墨雨挤眉弄眼，示意他看看江若雪那边。谁知景墨雨这回子满心都是想抱的佳人归，哪里能察觉？红月，我要替静怡赎身，收她做外室。雨公子，我们寨的姑娘都自由了，要是静怡愿意做您的外室，我这边绝对没问题。但是静怡毕竟是在咱这儿唱曲挣饭吃，她要是不同意，咱醉仙楼也得为她考虑呀。哎呀，你这是在吓唬我吗？我可不敢，这些在醉仙楼讨生活的姑娘们都是走投无路的可怜人，要是我们不给他们撑腰，以后谁还敢信我们呀？哼，你们醉仙楼那点破事儿谁不清楚？哪个敢欺负你们这儿的姑娘，第二天就得断子绝孙。但是我是谁？你们敢碰我一根头发试试，那都是灭九族之罪。婉清，给他2颗门牙拔掉。我的静怡，我是真心爱你的，看到你在这儿陪那么多人笑，我心里这叫一个痛。跟我走吧，我保证让你享尽荣华富贵。雨公子，我哪有资格？我只想靠自己赚钱，过普普通通的日子。静怡，雨郎，你怎么也来了？妾身知道雨郎对静怡姑娘有意，前来相助的。静怡姑娘成为雨郎的妻子，是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的事，你不能这么糊涂啊！姑娘，雨郎虽然外表冷酷，但是对妻子温情备至，嫁给他，你不仅有了依靠，还有我这个姐姐照顾你，不要再在这儿卖艺了，我会心疼你的。江粉英钟情于皇子景墨雨，然而他身为皇子，不可能独宠他一人，即使悲伤痛哭，甚至自尽，也无法改变这一现实。因此，与其他女子相同，投其所好才是上策。作为未来皇后，虽然面临众多妾室，但那些贱人也要给她下跪问安。为了那一刻，她现在受点委屈又何妨？我不只要当皇子的妻子，还要当皇后，哪怕他纳了再多的妾，也得乖乖对我行礼。现在吃亏一些没关系，等我坐稳这6宫之主的位置，谁敢再说我半句？谢谢雨公子和夫人的厚爱，但我实在无福消受，还请公子另觅佳偶。静怡，我不想逼你，你是跑不掉的，还是乖乖跟我走吧。妹子呀，咱们女孩子嘛，都是希望找个好夫婿，对吧？千万别犯糊涂啊！哎呀，没想到堂堂三王爷和三王妃，竟是跑到这儿来强行抢夺良民少女，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他这话一出口，整个大厅瞬间轰动起来。哇塞，原来这位就是鼎鼎有名的三王爷，他可是要啥美女有啥美女，怎的跑来花楼了？还有他那位三夫人，不正是江家的四小姐吗？没错儿，就是她。据说她是真奉之命的，一个小小庶女竟敢妄想，就算江丞相给她戴满金饰，她骨子里还是只母鸡。听说她貌若天仙，是皇城第一美人，才进三王府几天，三王爷就迫不及待的来找静怡姑娘了，是咋回事呢？这哥们儿，
谁知道呢？这江四小姐可比做妾的亲妈更厉害，怕是看到三王爷跟别的女人共度春宵，都会悄悄地手帕吧。听着这些难听的话，江粉英看向江若雪，心中的愤怒犹如滚滚长江水，脖子上的青筋都明显可见。她仰起头，面纱下狰狞的表情拼凑起一个冷笑。哟，原来是我那个封为七王妃的妹子呀！你一个王妃，咋来这种地方呢？难道是七王爷那儿用不上力，满足不了你，所以跑来这儿寻欢作乐？今天真是长见识了，江家的灾星和腐女居然齐聚一堂。这女子一进来，我就觉得眼熟，美得让人心跳加速。没想到她竟然是那个被江家遗弃的嫡女，这么漂亮，居然嫁给七王爷那种货色，真是暴殄天物。她该不会是新婚燕尔就出来找男人吧？那我岂不是也有机可乘？哈哈哈！哇塞，这个美得跟仙女似的女人，竟然是主子新娶的老婆。那人痛呼一声，摸着头，血流不止，脚步混乱地走到江若雪面前。该死的女人，你敢打老子！婉清，给他2颗门牙拔掉！我的嘴好疼啊！敢欺负我家小姐，找死！一个弃女，一个废物，你有什么好猖狂的？我要杀了你！婉清，杀！你杀人了！胆怯的姑娘与客人吓得四散而逃，江粉英吓得心脏提到了喉咙口，不自觉地靠近了景墨雨的身边。然而景墨雨一看到她脸上的红色病斑，便感到极其恶心，她反而将白静怡遮挡在身后。如此狠辣有魄力的女子，才能配得上我家主子。江若雪，你好大的胆子，在本王面前就敢行凶！是人欺我骂我皆可，但日后谁若胆敢再辱七王爷一句，割舌碎牙，打死打残，概不负责。即便是你景墨雨，也不例外。这静怡姑娘，我瞧上了，把她给我留下，你可以带着江粉英滚了。江若雪，你休要猖狂！今日本王若不好好教训你一下，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王法。这七王妃不是从小就被丞相府抛弃，养在乡下庄子上的吗？竟然会练就这么厉害的功夫！天哪，他是不要命了吗？他怎么敢跟三王爷动手？三王爷可是皇后之子呢。你们忘了，前几日镇国将军府派人去刺杀他，他直接让人把刺客的尸体吊在了将军府大门口。是啊，罗大将军的脸上跟吃了苍蝇一样难看，但也没再对七王妃做什么。这七王妃是不是背后有什么人撑腰？要不然怎么敢一回皇城就这么嚣张？他能有什么人撑腰？江丞相都跟他断绝父女关系了，七王爷又是个。再说了，除了陛下和太后，谁还能大过皇后和三王爷？我看他啊，就是有点小能耐，就不知天高地厚了，自己作死呢。江若雪，放开本王，若不然，本王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景墨雨，你以为你是皇后之子，就真的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吗？你在别人面前如何，我不管，但在我这里，你是龙都给我盘着，是虎你都给我握着，不然我不介意送你早日投胎。江若雪，你妹妹，你快把三王爷放下来吧，他是皇子，若是有个3长2短，可是杀头之罪呀！给老子滚！江若雪一脚踢开了江粉英，由于力度之大，她脸上的面纱掉了下来，露出来满是红疮的脸。这是江家四小姐吗？不是说她是皇城第一美人吗？脸怎么这么恶心，丑死了！怪不得三王爷要来这里找女人呢，他这样的就是只狗都下不了手。可怜的三王爷，被这俩姐妹坑得太惨了。不是这样的，我的脸很快就会好了，不许你们胡说。妹妹，你可真是无药可救了，在家顶撞爹爹和祖母，殴打亲兄，在外竟连皇子也敢杀，到底是你自己要找死，还是七王爷要谋反啊？王爷救我呀！我先前说的不够明白吗？有什么恨什么怨，或者什么奸计，你都冲我来，不许诋毁侮辱七王爷半句。七王爷忠义两全，不是你这种下三滥的东西配提的。我知道，我再怎么才华横溢，也是身份低微。你是丞相府的嫡女，又是七王爷正妃，只要你贤良淑德，做个知识明理的人，定能安稳富贵一辈子。可你不仅野蛮跋扈，还对爹爹祖母和三王爷不敬，若是陛下知道，定要将你下入大牢。那你们尽管告诉陛下，看看是我殴打三王爷事大，还是强抢民女事？王爷，您没事吧？蠢妇，本王只是来此享受音乐舞蹈，对静怡姑娘的话并非真心，你为何在此？快滚！若非江粉英出现在此，她的身份怎会暴露？王爷，前几日他还唤她心肝宝贝，今日却来此寻欢，他忍住委屈前来相助，可他却为了名声扇他耳光。呵呵，我真傻，明知帝王无情，我却仍深爱于他，妾身明白，妾身这就走。等等，你还有何事？江粉英，你可知你的脸为何生疮？是你干的，是你母亲沈婉惜。绝不可能，我娘绝不会害我，你休得挑拨离间。哼，
你身为松鹤神医弟子，竟未察觉出你我出嫁之日，你娘赠予的雪肤膏有毒。我早已丢弃，你娘心狠手辣，你医术不精，未曾察觉，活该你毁容。不可能，江若雪，你在撒谎。江粉英转身就跑出了门外，他一定要回丞相府问个真相。景墨雨可没有心思管江粉英的脸是怎么烂的，他咬牙切齿地往江若雪跟前走了几步。今日之事暂且不提，若你敢将本王来这醉仙楼找妹子告诉父皇，必将你碎尸万段。看来你三王府也想挂个尸体。果然是你，江若雪，你这是自掘坟墓。你们才是自建陵墓。景墨雨，我乃女子，夫君体弱，我们对你未来储君之位毫无威胁。若你与皇后明志，就不应该来招惹我们，何必无端多个敌人了？你说是不是？景墨雨眼神晦暗不明，虽然这个贱人甚是猖狂，但他的话的确有道理。就算他武术再高强再嚣张，那个废物都无缘皇位。我懒散之人，从不插手闲事，但我嗜好游山玩水，若我有钱尽情挥霍，定不会涉足皇宫。1万两够吗？你一生未见如此巨款吧？多谢三皇兄，我保证见到父皇时绝口不提此事。看着他风华绝代的笑脸，景墨雨突然有那么一瞬失了神。这若是他的王妃该多好，长得好看又有个性。江若雪察觉到他的目光，神色顿时一凛，还不给我滚，等什么呢？原来姑娘身份如此尊贵，红月失敬了。感谢您今日出手相助，否则醉仙楼与静怡恐将陷入困境。今后您来一律免费。红姐言重了，只是举手之劳。江粉英跑到了丞相府，在院子里顶头就撞见了江逸晨。你是谁？爹，是我。婴儿，你的脸怎么回事？请娘过来，一切便明了。虽然江逸晨不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还是赶紧让下人去喊了沈婉熙。沈婉熙一看见江粉英的脸，险些晕了过去。他这几日一直等人传来江若雪那个小贱人烂脸的消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他的面目全非的宝贝女儿。婴儿，我的婴儿啊！是否你在雪肤膏中下毒？我为何？你可知因这红疮，三王爷已去寻欢作乐，你毁了我一生，你可知？不是的，婴儿，我仅在江若雪的雪肤膏中下毒，你的并未动过。即便你遇害他，为何给我们相同的雪肤膏？定是你不慎，两份皆下毒。我恨你，我人生全被你毁了。婴儿，你是娘的命啊，娘怎么会毁了你？我明明只下了一份毒，那江若雪呢？她的脸烂了吗？呵，她的脸光洁如玉，什么事都没有。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有什么不可能的？你给她的雪肤膏，她一开始就知道有毒，早就扔了。奸夫，我所有的谋算全都栽在了你手里了呀！你明知道婴儿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却还敢给他脸上涂有毒的东西，我打死你！老爷别打了，疼死了！我能使婴儿恢复美貌，求求您别打了。若婴儿无法恢复，我必杀你。是，我明白了，老爷。他原以为江逸晨对他是深爱，直至此刻才明白，他最爱的乃是权力。王爷，红云报告说下午王妃去了醉仙楼。去那干嘛？喝酒、听曲，还和三王爷起了冲突，差点掐死他，还坑了他1万两银票。只要不找野男人，随他去吧。那王妃这样直接与皇后和三王爷对抗，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计划？你知不知道你们王妃有免死令？免死令？对，当今皇帝只赐予我们9杀殿和7杀宫。王爷，您是说王妃是7杀宫的公主？你认为你们王妃是傻瓜吗？不是。所以他刚回京就惹得江逸晨跳脚，扬言要杀皇后，敢打景墨雨。不仅因为他会武术，性格刚烈，更因为他有势力，无所畏惧。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王妃和王爷您真是绝配。话音刚落，江若雪带婉清回来。天色将晚，王爷怎么不进房？别冻着了。王爷、王妃，丞相夫人求见。不见。是。不一会儿，大门外传来嘈杂的哭声。我是丞相夫人，也是你们王妃的母亲。你们若伤了我，可是要掉脑袋的。让开，都给我让开！大家都来看看呢，我10月怀胎的亲生女儿，竟然连门都不让我进。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撞死算了，寻死去相府，别祸害我七王府。雪儿，娘只是想见你。你瞧，这伤是沈婉熙打的。她说你若不听话，她就打我和小远。雪儿，求你别再与你爹和沈婉熙为敌，你斗不过他们。是你斗不过，不是我。在我们眼里，他们如蝼蚁。你身为江家主母，竟被小妾打，这在东阙国乃至天下都是头一份吧？你怎能如此卑微，还叫我向沈婉熙低头吗？蔡慕瑶，若你怕我连累你，怕小远受欺，那就回相府上吊吧。
虽然我与相府断绝关系，但我会接江清远到七王府，确保他安全。江若雪，我可是你亲娘，你竟让我去死，你会遭天谴的。他原以为女儿会听从他的摆布，可是这位不孝女却如此铁石心肠，她真是倒霉透顶，生出这样一个祸害。江若雪对她没有丝毫感情，只有无尽的冷淡。最初或许会感到困惑和痛苦，为何母亲能对自己的孩子如此无情？然而如今，她已对此麻木。看到蔡慕瑶的嘴脸，只让人感到恶心。你从未尽过母亲责任，若你还有尊严，以后别再来我面前丢人现眼。来人，送丞相夫人回相府。是。2名侍卫驾着蔡秀梅离开。你们放开我！江若雪，你会遭报应的。王爷，跟我回屋吧。江若雪，你干什么？别废话，乖乖跟我回屋。真搞不懂，我家小姐有钱有貌，自己就能抵800个壮汉，为何要嫁人？真想不通，我家王爷一无所有，还病魔缠身，如何娶到如此出色的王妃？第二天，江若雪刚用过早饭，宫里就来了人。皇后娘娘觉得今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邀请七王爷和王妃一起去御花园喝茶吃点心。儿臣参见母后，母后万福。免礼吧，七王妃。谢谢母后。本宫觉得你们似乎很久没一起聊天喝茶了，今日正好，御膳房的厨子新研发了蛋蒸糕点心，大家不妨品尝。母后忙碌于后宫之事，仍不忘关怀我们，使乃天赐福祉。七皇弟妹怎么不吃呢？是在农村出生的缘故吗？吃惯了粗食，反而吃不惯这么精细的东西。的确如此，我认为五谷杂粮更适合食用。看来每日大鱼大肉的二皇嫂肤色暗淡，口气浓重，连远处都能闻到啊。你，哎呀，二皇嫂脸上的痘痘还带着脓液，真让人恶心。二皇兄对你的深情厚谊令人感动，即使你容貌不佳，他也从未纳妾。身为靖安侯府嫡女的刘香雅，其父为正一品靖安侯，尽管无实际权力，家世显赫且财富丰盈。她出嫁成为二皇子的正妃后，地位更加显赫，何曾有人如此辱骂于她？愤怒瞬间在心中激荡。江若雪，你竟敢说我丑陋，你这是在挑拨和二王爷的关系，实在恶毒至极。我就说了，你能拿我怎样？我就说二王爷该纳妾，如何？我再恶毒，也不会无缘无故侮辱他人。你以为你是何许人也？初次见面就对我冷嘲热讽，你以为我好欺负啊？你这个乡野村妇，粗鄙不堪。照你所言，七王爷更应该纳妾。只要我家王爷愿意，我并无异议。作为女人，我们应尊重丈夫的选择，多几位姐妹照顾丈夫，岂非更好？二皇嫂与二皇兄结婚已逾1年，却仍未怀孕，或许该关注自身健康，少管闲事。七皇弟妹说得轻松，谁人不知七王爷无法生育，你自然无需担忧。然而你自己同样孤枕难眠，无法生育。哎，没错，我家王爷体弱，无法生育，但二王爷身体强健，理应早生贵子。你们至今未能如愿，或许是二皇嫂或二皇兄存在问题。皇嗣之事至关重要，若有疾病，应尽早治疗。七皇弟妹，切勿妄言，本王身体康健，毫无隐疾。王爷是认为妾身有毛病，此事乃七皇弟妹胡说。我们尚且风华正茂，怎会有问题？只要咱们肯下功夫，3年内凑个儿女双全，并非难事。正是如此。诸位皆为皇室儿媳，何必争吵不休？二王妃抬首曲子吧，共庆今日欢愉。是皇后娘娘。苏珍参见姑母大人。苏苏免礼，正巧各位在展示才艺，听说你新学了一支掌上舞，也好为我等增添光彩，请姑母赐教。古书上记载的掌上舞，江若雪从未看过。罗素珍在舞台上跳起掌上舞来，舞姿轻柔优美，犹如一只蝴蝶飞翔。传闻中的罗三小姐不仅武术超群，跳舞更是仙女般的美丽。确实，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掌上舞。跟江侧妃相比，三王爷的福晋罗素真毫不逊色，甚至更加出众。看来皇后有意送女儿入宫，借此压制江粉英。看来她有意让她的儿子娶她的侄女为妻。即便兄妹再亲，终究不如父女身。若罗素珍嫁给他人皇子，罗大将军向谁倾斜便难说。罗淑敏为了儿子付出多年心血，正妃一位自然属于容易掌控且家族背景强大之人，娘家侄女乃最佳人选。心里那点小九九，路边的狗都能明白。雨儿，苏苏表演的舞蹈如何？宛如天籁，好久未见表妹，越发美丽动人了。既然如此，不妨你去请求皇上册封苏苏为正妃，这样就能天天欣赏她的舞蹈了。不行，苏苏。罗淑敏严厉地瞪了苏珍一眼，侄女的蛮横自幼可见一斑，只因看上他哥的10万大军，才勉强同意婚事。然而罗素珍丝毫不惧姑母的威胁。皇后，且恕臣女无法成全，我早已心有所属，
决意与他相守终生。简直胡闹！罗淑敏丢出手中杯子，险些打到侄女头上。这是因为知晓了对方不愿嫁入自家，她在众多人面前叫来侄女，想以此施压让其顺从。然而侄女并未屈服，始终和他作对。就在他怒不可遏之时，皇帝景业突然出现。哈哈，苏苏已经长成大姑娘了，明说了吧，告诉朕你喜欢谁，朕帮你做主。臣妾见过陛下，儿臣见过父皇。臣女见过陛下。都免礼平身吧。皇上，苏苏年纪尚轻，不懂人情世故，恐怕是被他人迷惑，臣妾恳求您莫要依他。不妨事让他自己说说看，所爱之人到底是谁？臣女想共度一生之人，是武王爷景默深。皇宫上下皆知皇后与贵妃是同水火，特别是皇上最宠爱的武王爷景默深的母亲就是贵妃徐玉慧，因此这句话一出口，不遑众人无不震惊。苏苏的眼光真是不错，深儿相貌非凡，知书达理，既孝顺长辈又才情满腹，确实是个值得信赖的人选。朕便赐封你为武王妃。尽管武王爷外出学习，但朝廷关于皇位继承权的争论主要是在他和三王爷之间展开。三王爷曾得到罗大将军支持，现今又得到江丞相协助，相比之下，武王爷处于劣势。然而，如今皇帝将罗家嫡女册封为武王妃，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有趣。罗淑敏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精心策划10几年，最后却为对手做了嫁衣裳，如何能服气？皇上，万万不可！皇后有何异议？自从五皇子外出学习以来，他们之间基本未碰过面，如何培养出感情呢？雨儿自幼与苏苏相识，可谓佳偶天成。你心里的那点想法我还不知，朕金口一开，罗素贞即为武皇子妃，等生儿回来便举行婚礼。多谢皇上。他以为此生无缘嫁给心爱之人，只能独自度过余生。然而天意弄人，皇上赐婚竟成全了他们。喜极生悲的罗淑敏颓然在椅上，面色惨白，如同死去。为何如此？为何天下之人皆与我为敌？皇上，大事不好了，太后娘娘吐血了，请速去探望。什么？景业站起来，慌忙朝着长寿宫走去。一会你可一定要治好太后娘娘，我们能不能翻身就靠你了。是。母后，您怎么了？身体有何不适？是否请了太医诊治？请过了，那些太医连病因也查不出。母后，不如让雨儿的侧妃粉英来给您瞧瞧，她是松鹤神医的弟子。什么松鹤神医，比不得那些江湖大夫。若不是吃了姜粉英的药，哀家的头也不会疼得这样厉害，胸口也闷得很，喘不过气，分明是他下毒害哀家。不会的，太后娘娘，妾身的师傅他老人家医术高超，他把毕生所学都交给了妾身，一定是哪里出了错。太后娘娘，求您容妾身再给您号脉。这次若是再有差池，朕定绝不轻饶你。是。他号过太后的脉后，发现其脉象紊乱不堪，比之前更严重，这是为何呢？他所用的药也没有问题。妾身可否看看药章？难道你怀疑有人在哀家药里动了手脚？不用看了，是你给太后娘娘开的药方有问题。七王妃怎可如此信口开河？妾身乃是松鹤神医的徒弟，岂容你智慧？呵呵，你敢拍着胸脯保证，你真的是松鹤神医的徒弟吗？怕不是打着他的幌子招摇撞骗吧？七王妃，妾身知道你不喜欢妾身，你怎么羞辱妾身都可以，但绝不能拿妾身的师傅来说笑。我没在开玩笑，江粉英，我是严肃的告诉你，你的师傅肯定不是松鹤神医。如果真如你所说是松鹤神医的徒弟，为何连太后娘娘的颈椎病都看不出？血脉不通是老年常见问题，但并非导致太后头痛的主因。你开的药过于滋补，太后年事已高，无法承受，长此以往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甚至危及生命。这位就是莫玄的王妃若雪吧？你也懂医术吗？懂点皮毛，虽然学艺不精，但医治皇祖母您这样的小毛病足够。你若是真能医治，上次你怎么不治？你既然看出来了粉英开的药方有问题，又为什么不阻拦？回母后，儿臣说了学艺不精，起初以为由松鹤神医的弟子医治皇祖母可确保无忧，尽管对药方存疑，却未敢置评，唯恐延误病情。直至今日看到太后娘娘呕血，儿臣方确定心中所想。治病救人乃性命攸关之事，若无十足把握，儿臣岂敢妄言？强词夺理，难道你今日就10成的把握能治好太后娘娘？自然不可能，皇太后颈椎根本不痛，不存在颈椎病。再说你还未给她把过脉，怎能妄下定论？究竟意欲何为？不过是个小毛病而已，没必要把脉。太后娘娘的眉毛纹理不齐，毛孔粗大，这些都是颈椎病的症状。颈椎病的患者并不是都会感到疼痛，
最关键的是，这个病其实不用吃药，只需要进行推拿按摩和针灸，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了。既然七王妃口气这样大，那还请七王妃来为太后娘娘医治。真是胡闹！太后娘娘身体金贵，岂容七王妃一个乡野粗鄙的女子乱来？七王妃口口声声说江侧妃不是松鹤神医的徒弟，又说太后娘娘的病是小病。那既然是小病，为什么那么多太医都束手无策？我看那就是七王妃故意污蔑江侧妃的。都住口！是不是七王妃污蔑了江侧妃，让七王妃一试便知，左右也不用喝药，只是推拿扎针，想来对太后的凤体也无害。七王妃来为太后医治吧。是，父皇。江若雪缓缓走到太后身后，两手按在了她的脖颈处。皇祖母，您放松。太后只觉得她所按之处暖洋洋的，甚是舒畅，头疼竟然奇迹般的缓解了不少。母后，您怎么了？哎呦，瞧哀家太舒服了，都要睡着了。您的头还疼吗？不疼了，完全不疼了。若雪的医术果真高超啊！哎呦，哀家的宝贝孙媳妇可比那么什么松鹤神医神多了。哀家这么多年的头疾竟然被你一会就治好了，哀家要重重的赏赐你。谢皇祖母，但是松鹤神医的确是神医，只是江侧妃不知道跟哪个江湖郎中学了点医术，就非要说自己是松鹤神医的徒弟，或者他也是被他师傅骗了。总之，他跟松鹤神医没有半点关系。七王妃还是慎言的好，妾身的师傅就是如假包换的松鹤神医，妾身从未见过有人的医术能让病人的病去得这样快。你肯定是用了什么邪门歪。来人，掌嘴，给哀家狠狠打江粉英10个嘴巴子。七王妃为哀家医治，众人都看着呢，他只是用了推拿和施针，非常传统的中医之术，在哀家面前，江粉英你都敢往他身上泼脏水，真是极度让你疯了魔。皇太后手下的宫女功夫了得，江粉英挨了10个耳光后，原本未愈的伤势愈发严重，面部肿胀如猪头，血水横流。最让她心寒的是，皇后与三王爷的目光中充满了憎恶与痛恨。七王妃知道朕单独喊你过来所为何事吗？儿臣愚笨，不知。你能说这话，就代表你极聪慧，朕也不绕弯子了。七王妃的免死令是怎么来的？你跟七杀宫是什么关系？儿臣乃是七杀宫的公主。景业原以为她最多只是七杀宫公主的门徒或头目，却未料到她竟是该宫的主人。毕竟她仅有20岁，如何能领导如此庞大的势力？既然你是七杀宫的公主，朕有一事不明，你为何心甘情愿嫁给莫玄？以你的容貌和势力，完全可以嫁给莫雨。儿臣只是一个女子，自幼被家人抛弃，创建七杀宫也只是为了保命，对朝堂之事并不感兴趣。对三王爷那样的男子更是厌恶。儿臣之所以嫁给七王爷，是因为幼时儿臣快饿死之时，他救了儿臣的命。朕信你说的是实话，不过你就一点也不想自己的夫君坐上这皇位。父皇说笑了，您身体康健，定能长命100岁。皇位不是谁想坐就能坐的，而是您定了谁，谁才能坐。况且七王爷的身子不好，肩负不起国圣民心的责任。那七王妃觉得朕想传位给谁？儿臣不敢揣摩圣意，儿臣只会遵从圣旨。哼，你个丫头啊，可是敢对着皇后说要杀她的人，不必在朕面前装得如此乖巧。你就不怕朕立了莫雨为储君，将来他为难你和莫玄？不怕，儿臣可以带着七王爷隐居山林。他对皇帝说的不过是敷衍的官话，他又怎么可能让三王爷当皇帝？于公瑾、莫雨不会是个明君，于私他绝不可能让江一晨成了国丈。呵呵，你倒是通透，别让莫玄久等了，你回去吧。谢父皇，那臣告退了。父皇，有没有为难你？没有，他就是问问我在哪里来的免死令。哦，那你不问问吗？问什么？问免死令啊。那是你自己的私事，本王不便多问。他若想说，自然会说。俩人走到宫门口，江一晨便早已等在了那里。臣见过七王爷、七王妃。雪儿，过去都是爹的错，是爹不是东西，出生不如，亲生女儿都嫌弃。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爹生气了。怎么说，咱们都是一家人。要我把断绝关系的文书拿给你看看吗？嘿，那都是爹一时冲动做的错事，要不怎么能说爹不是东西呢？雪儿，爹真是的知错了。爹发现了，原来粉英是榆木，你才是真的明珠。当初都怪爹眼瞎，让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以后爹会尽最大能力补偿你的。爹在这诚心诚意的向你道歉，雪儿你就原谅爹吧。哦，你认清了我是明珠，江粉英是榆木。那你要是能让三王爷休了江粉英，然后再把他和他娘沈若惋惜送去乡下庄子上自生自灭，并且永不让他们踏入皇城半步，我就原谅你。江一晨愕然，没想到江若雪会提出那个看似荒谬的要求，而非怒斥
嘲讽，他甚至做好了被他言语攻击和羞辱的准备，只要能平息他的愤怒即可。雪儿啊，你爹我只是个丞相，又不是许愿池的王八，我哪里能命令得了三王爷休侧妃啊？我对陛下和各位皇子的心，那是日月可见，忠心耿耿，干不出来那谋逆的事啊！有啥怨气你都冲爹来好吗？哼，我就这个条件，别的免谈。我说雪儿啊，你咋这么傻呢？虽然你和粉英不对付，但她到底是你的亲姐姐。日后三王爷若是登了皇位，皇帝就是你姐夫了，总比别的皇子登基对你有利的多吧？原来你在这宫门口是专门等我的，也就是说你已经知道今日宫中发生的事，知道了陛下将罗家小姐许配给了武王爷，知道了我医治好了太后的病，所以你们狗急了跳脚，想拉拢我站队三王爷。好了，你们都回去吧，哀家饿了。皇帝、若雪和莫玄留下陪哀家用午膳。罗淑敏心中极为恼怒，想到原本应该与之共享太后便餐的他们母子二人，却被那低贱女人所生的儿子和江若雪那女的抢走，不由得怒气冲冠。从长寿宫出来后，就将江粉英、景墨雨叫入了自己的宫里。皇后娘娘，您让妾身和王爷过来，有何事？来人呐，给本宫拿根鞭子来。是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妾身到底犯了什么错？您要如此惩罚妾身？江粉英，你真是好大的胆子，竟敢冒充是松鹤神医的徒弟，害得本宫和三王爷在陛下和太后面前丢尽了脸面。没有那个本事就不要强出头。你知不知道，若你把太后医了个三长两短的，不仅你们江家要抄家灭族，还会连累三王爷。皇后娘娘，妾身真的是松鹤神医的徒弟，若不然，妾身怎么敢用这事来欺骗您和太后娘娘啊？还敢狡辩？松鹤神医的医术那是全天下皆知的，你若真是他徒弟，怎么来一个小小的颈椎病都治不了，反而让七王妃一下就治好了？看来丞相府没把你教好，从今日起你就住在本宫这七武宫，本宫要亲自调教你3个月。3个月太久，都足够他家王爷去找30个情人了。他转身哀求景墨雨，可景墨雨看到他的脸就觉得恶心，恨不得他消失在面前。母后如此为你着想，还不感谢母后？男子无情，特别是景墨雨，他贪恋美色，对毁容的他毫不在意。罢了，他是凤凰命格，若无法得到心上人的疼惜，那就力争成为皇城最高贵的女人吧。不过短短3个月，等我恢复容貌，重返皇城第一美人之位，到时候景墨雨定会乖乖迎我回家。来人，把江逸晨喊过来。接着，罗淑敏召来了江逸晨。这些朝中的大臣们在皇宫里都设有眼线，江逸晨自然也知道今天宫中所发生之事。他猜想皇后喊他来，必定是要怪罪他，可是外表还是保持镇静。臣参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江丞相真是养了个好女儿啊，能文能武，还会医术。皇后娘娘谬赞了，婴儿打小便是精心培养的，自然要比普通的闺阁小姐优秀得多。江逸晨，你还有脸跟本宫提江粉英？她差点就把太后娘娘医得升天了，你知道吗？本宫夸的是江若雪，江粉英那个废物给她提鞋都不配，而且她又是嫡女。当初你为何让她代替江粉英嫁给了七王爷？若是她嫁的是三王爷，那三王爷的储君之位不就是囊中之物了？皇后娘娘，您是不是夸张了？江若雪一个乡野丫头，也就会点拳脚，功夫她能有什么本事？乡野丫头？那你来说说，她一个乡野丫头怎么有的免死令？又怎么能只是给太后按了几下，扎了几针就治好了太后这么多年的头疾？倒是江粉英一直称自己是松鹤神医的徒弟，却把太后医的吐血了。若是太后身体出了点什么问题，你和本宫都吃不了兜着走。臣惶恐，百密也有一疏，想必婴儿她也是一时疏忽。至于江若雪，臣实在不知她在乡下这些年发生了什么，又怎么会有的免死令？但左右七王爷双腿残疾，构不成三王爷的威胁，当下娘娘要警惕还是那五王爷。听说他就快回来了，届时娘娘还需谨慎对付。陛下赐了罗家千金为五王爷正妃，你应该也听说了吧？虽说罗家是本宫的娘家，可如今本宫的父亲已不在，是本宫的哥哥掌大权，妹妹再亲也亲不过女儿，本宫的娘家怕是要靠不住了，所以本宫想让你拉拢一下七王妃。太后娘娘高看她了，她左右不过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刁蛮女子，娘娘不用对她太过在意。臣一己之力便能将三王爷推上储君之位。是丞相太高看自己了吧？若你不是江若雪的亲生父亲，他杀你不过是眨眨眼的事。现在他又有了太后的宠爱，本宫让你拉拢他，你就必须保证将来他支持三王爷。微臣明白。可皇后说的轻巧，
虽然逆女与他已无瓜葛，又恨他和婴儿入股，根本不可能站他三皇子的阵营，但是为了做国丈，他受点委屈又何妨？他始终相信女儿再恨也不可能狠心弑父。另一边，江若雪陪太后用完午餐，景烨却把她唤到了御书房。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咱们都是一家人，平时打归打，闹归闹，关键时刻不得一致对外吗？你脸皮堪比城墙之后，我与江家今日的关系皆是你所酿成，劝你省省力气吧。实话告诉你，因你幼时对我的伤害，我此番归来便是要让你余生不得安宁，并非三王爷无缘成为储君之位，只是无论江粉英所嫁何人，我必阻止其成为未来皇帝。我要颠覆你心中他乃真命天凤的观念，让你做不成国丈。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我宁为玉碎也不为瓦全。别说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你们梦想落空，就算是赌上我半条命，我也不会让你们如愿。所以识相的话，你还是告老还乡吧，这样还能安享晚年。若你执迷不悟，我这里可没有心慈手软这个词。雪儿，我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恨，千错万错都是爹的错，哪怕你要了爹的命都行，就当爹求求你，别毁江家的前程，行吗？行啊，你不就是想当个国丈吗？江粉英是你的女儿，我也是啊，而且她是侧妃，就算将来三王爷登基了，她最多只能当个妃，想要上位还得谋害死未来的皇后。但我不一样啊，我是七王爷正妃，将来七王爷若是登基了，我便是名正言顺的皇后，你就是万人敬仰的国丈。不如你支持七王爷立储君？这你胡说八道什么？七王爷他的身子是什么情况？怎么可能被立为储君？七王爷这身子才是对你更有利的。你想想，若是三王爷登基了，他忌惮你的权势，第一件事就得是卸磨杀你这头驴。但七王爷就不一样了，他身子不好，说不定哪日就去了，然后我的儿子就登基了。我儿子年纪小啊，我又不懂朝政，还不得仰仗你这个外祖父，到时候你就是摄政王，皇帝见你都得乖乖行礼喊声外公，整个东阙国不就都是江家的了？你这不还是教唆我谋逆吗？谋朝篡位的事坚决不能干，这可是要被株连九族的。有贼心没贼胆，我说让你告老还乡，你还不干？哼，痴心妄想的蠢货！既然你知道，那就去死吧！你这是要逼死亲爹呀！我咋这么命苦啊？原主就是被他打伤又饥寒交迫而死的，他给原主抵命，一点都不冤枉。江若雪回到家，一直睡到傍晚才醒，打开门便迎来一阵如刀子般的寒风，冷得她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小姐，今日的天甚是阴冷，估摸着又要下雪，奴婢给您和王爷炖了在山野跑了8年的老母鸡汤，再给您弄点小烧烤，怎么样？甚好，还是婉清你贴心，去吧。不一会儿，婉清就在食堂准备好了鸡汤和烧烤炉、牛肉串等，把这些食材放在烤炉上，撒上特别调制的调料，香气扑鼻，油光四溢。透过炉火，景墨玄看到了正在啃食牛肉串的江若雪，口水瞬间流了下来。别愣着呀，赶紧吃啊！谢谢，真好吃。你们俩也别光忙活了，来赶紧吃。谢谢小姐。王妃，您和王爷吃就行了，奴才还不饿。本妃让你吃你就吃，这是命令。往后无论王妃让你做什么，你都听从她的命令就行。是，王爷。江若雪吃完晚饭就跟景墨玄回屋睡觉了。第二日清晨，果然下雪了。早饭刚吃好，小厮就来报：王妃，江丞相求见。让他进来吧。臣参见七王爷、七王妃。怎么一大早的，江丞相就过来找骂了？瞧你这话，这不是天越来越冷吗？爹是特意来给你送御寒之物的。上个月我得到了几件极品雪狐皮，现已清洗妥当，正好制成披风给你。自从本妃回来之后，一直都在撕你们这些人渣，累了，不想再多费口舌，想休息几日。回去吧，改日再来，别大清早的站在这，晦气。爹是要回去的，但爹得带你一起回去。你祖母的腿疾犯了，疼得不能下地，你去给她治治吧。本妃只是乡野丫头一个，哪里有本事医腿疾？江粉英是松鹤神医的徒弟，你去找她吧。你就别说气话了，你祖母的腿疾都10几年了，婴儿给她瞧了几次，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你连太后娘娘的头疾都能医，医腿疾自然不在话下。本妃跟你们江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那江老太婆也没少欺负我。按理说，就算她死了，跟本妃也没半毛钱关系。既然丞相大人来求我，我自然要卖你3分薄面的。好，雪儿，你真是父亲的好女儿，以前都是父亲有眼无珠，亏待了你。但是本妃有3个条件。你请说。第一，本妃要将老太婆为她之前对本妃的所作所为赔礼道歉。第二，本妃这白狐披风要让沈婉熙来缝制。第三，你要付本妃3万2文银的看诊费。你真是狮子大开口。本妃跟你们不共戴天，你来之前就应该有心理准备，何必现在又多费口舌？能接受，本妃就给江老太婆治；不能接受，你就滚。说什么不共戴天的，咱们都是一家人。爹就你这一个嫡亲的女儿，
钱财不给你给谁？区3万2文银，爹给你。哼，走吧。参见七王妃，七王妃娘娘万福。沈婉熙带着她的3个儿子，蔡慕瑶带着他的1个儿子，还有丞相府的另外1个姨娘辛芷婷带着她的1儿1女。可以说，除了卧床的姜老夫人，丞相府的家眷全都到齐了。雪儿，怎么样？你回来，咱们全家都是欢天喜的迎接。江若雪没有说话，只是看向了辛芷婷旁边站着的那个少女，穿着一袭藕粉色的襦裙。虽不是倾国倾城，但最能激发出男人心中的保护欲望。10年前，就是他提议大家去水边玩的，也是他告诉江粉英在水里看见一条很漂亮的鱼的，就将江粉英推下水的。沈婉熙这才顺势说是她是灾星。江若雪缓步朝他走去，脸上带着温柔的笑。这是6小姐吧？10年不见，6小姐长得竟然比4小姐还漂亮了些呢。是秦星，秦星见过七王妃。我说江丞相，既然你那么想要当国丈，干嘛不直接让你女儿当皇后了？何必还辛辛苦苦辅佐皇子上位？如今皇帝年仅50，等皇子即位后，恐怕你坟前的草都长到半人高了吧？你为何不直接把自己的女儿送进后宫一个，把罗淑敏斗倒了？说不准只需1-2年你就能当国丈了。荒唐！怎么能是荒唐呢？是你自己蠢少脑子。你想想，平时罗振山见了你，那趾高气昂的，处处瞧不起你，跟都不拜的老公鸡一样骄傲。若是他妹妹从皇后的位置上下来了，他还指望什么彩礼？最重要的是，你让我一个不受宠的皇子妃去站队3王爷当储君，哪里能比得过你送一个女儿到陛下跟前夜夜给他吹耳旁风呢？江丞相，你再想想啊，若是你的女儿坐着当朝皇后，3王爷以后再登基称帝，你以后可就是2朝国丈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雪儿说的还是有点道理。你只是想当国丈，又不想谋反，你管他皇帝是谁，只要你的女儿是皇后不就行了？好歹你也是一国之相，格局要打开，以你现在的年纪，不一定能等到下一任皇子登基。辛芷婷感到压力，眼圈泛红，楚楚可怜，因为江一晨只有3女，目前仅剩江晴心尚未出嫁。老爷，心儿今年才15岁，又不懂事，送了皇宫定会误了老爷的大计啊！婉清，张嘴！是小姐。哎呦哎呦！娘，您好些了吗？我把雪儿请来了。既然来了，那就快给我医治吧。江若雪没吭声，只是冷笑着看了他一眼，然后坐到了一旁的椅子上。旁人可能不懂他的意思，但江一晨明白。娘，雪儿说她要让你为从前对她的所作所为道歉，才给你医治。什么？祖母给孙女道歉？普天之下也没有这样的道理，你想都别想。谁是你孙女？难道江一晨没告诉你，本妃跟整个江家都断绝关系了？那又怎么样？血缘是断不了的，你身上流的永远都是江家的血，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你的祖母。祖母？又是你便对本妃非打即骂，不但关禁闭，还要让人朝那小黑屋里扔老鼠蟑螂，哪怕本妃捏个泥娃娃，都要命令本妃给江粉英。你可不是本妃的祖母，你若是念要跟本妃扯上关系，那就是仇敌。你今日不仅要跟本妃道歉，还要下来给本妃跪地磕头行礼。你个孽障啊！我江家是倒了哪辈子的霉，竟然有你这么大逆不道的孙女！哎呦哎呦！见了王妃不行礼，到底是谁大逆不道？七王妃莫要生气，妾身知晓你对丞相府有恨，祖母的病不让你治，妾身来治，求你别再为难他老人家了。治不治病，老夫人都要下来给七王妃行礼。可她不但不行礼，还对七王妃娘娘辱骂羞辱，难道丞相府要谋逆？别动不动就说谋逆，娘，即便您再怎么不喜欢雪儿，可她现在是七王妃，这里还是得行啊。什么狗屁的七王妃？那七王爷只不过是个废物，活得还不如狗。他这个七王妃还装起来了，殊不知他就是全皇城最大的笑话。婉清，张嘴！是小姐。不得了啊！亲孙女要杀亲祖母了！哎呦啊！老天爷，你长长眼，劈死这个孽障吧！再骂，便割了你舌头！是。江老夫人一看婉清连匕首都拿出来了，立马止了声音。江粉英立刻走过来，想转移话题。祖母，孙女给你治病吧。治什么治？下来给本妃磕头行礼。不可能，我就是死也不可能给你行礼。那你就去死好了，只要尔等不死，就全都得给本妃下跪行礼。他给婉清使了个眼色，婉清立马伸手把江老夫人从床上拉到了地上。
雪儿，雪儿，你饶过老夫人吧，她毕竟是你的祖母啊，你这么虐待她，会遭报应，下地狱的呀。对于本妃来说，地狱哪有江家可怕？呵，疯子，你真是个疯子。好，老身给你行礼，老身见过七王妃。去让江粉英给你医治去吧。你不是说老身给你行了礼，你便给老身医病吗？你是在做梦吧？本妃只说你跟本妃道歉认错。七王妃，你何必如此为难祖母？祖母的腿疾，妾身也能治。对哦，你不说，本妃都忘了，你不知跟哪个江湖郎中学了点皮毛，把太后娘娘都治得吐血了。但本妃相信你一定不是故意的，而且江老夫人是你的亲祖母，打小又对你疼爱有加，你一定不会害她的。那是自然，妾身乃松鹤神医的徒弟，妾身一定会治好祖母的病。祖母，您到床上躺着，孙女给您医病。不用麻烦你了，婴儿，你去休息吧，就让七王妃来给我医治吧。人年纪越大越怕死，尽管孙女江粉英在江老夫人心中占据重要位置，然而竟然将太后医得吐血，令她不敢再让其医治，毕竟年事已高，实在经不起任何折磨。江粉英并未意识到祖母的担忧，只想着祖母是心疼她。祖母，婴儿不累，不用休息，我就是特意回来给你治病的。来，我扶您起来。够了，你医术不好，就不要再祸害我了。祖母，您说什么呀？那祖母就明说了，祖母的腿疾你也治了几次了，但却一直不见好，阴天下雨还是疼得厉害，祖母实在是受不了啊。江若雪她只是扎了几针，就把太后的头疾治好了。祖母这次也想让她给祖母瞧瞧。祖母，您相信我，我这次一定可以治好您的。婴儿别闹了，你祖母都疼得一天都滴水未进。爹，好了，雪儿你赶紧过来给你祖母医治吧。老夫人还没给我道歉呢。江若雪，你真是够了，这个可是祖母，不尽孝就罢了，竟然还让他老人家给你道歉，雷早晚得劈死你。看来三少爷的伤好了，骂来骂去，你们就只会骂一句被雷劈吗？哼，耍狠还没点逼本事，少在这丢人现眼，给我滚出去，不然揍死你！打也打不过他，骂也骂不过他，别在这添堵了。总有一日我一定要弄死他。江老夫人看清了，此刻的江若雪已非昔日被欺辱的孩童，她确实是丞相府的灾星。她这次回来只报复丞相府每个人，她恨不能现在就把江若雪挫骨扬灰，但为求生路，又不得不妥协，只能装出假善的模样。雪儿，以前都是祖母的错，祖母向你道歉，请你为祖母医治。江若雪没回话，只是挑眉看向了江逸晨。江逸晨立马会意，拿出狐皮递给了沈婉熙。老爷，这雪狐皮可真好看，是给婴儿的还是给妾身的？这是给雪儿的，你就在这亲手给她缝制一个狐裘披风。老爷，沈婉熙瞪大眼，老爷不是最爱她和她的女儿吗？为何这珍贵的雪狐皮不赠与他们，却给了低贱的江若雪，还要她亲手缝制？这也是雪儿给娘医治的条件之一。既然是为了老夫人，妾身定会好好缝制。让你受累了，现在你可以为你的祖母医治了吧？银票呢？好，给你。等银票到手，江若雪走到了已经被扶到床上的江老夫人跟前，江若雪便施出十针，刺入她的双腿。只一盏茶功夫，江老夫人紧锁的眉心舒展。逸晨，我这腿真的不疼了。太好了，娘，你以后再也不用受腿疾之苦了。雪儿，你的医术这么厉害，是跟谁学的？难道你的师傅比松鹤神医的医术还高明？本妃只能说，松鹤神医的医术无人能及，而且他只有一个女徒弟。只要是他想救的都能救活，就算救不活，延长个6、7年的寿命也是没问题的。婴儿啊，难道你的师傅真的不是松鹤神医？不可能，我师傅就是千真万确的松鹤神医。不知七王妃，你为何要如此诋毁我？这是本妃诋毁你吗？难道不是你的无能说明了这一切吗？区区头疾和腿疾都医不好，还敢自称是松鹤神医的徒弟，不是你说谎，就是你那个师傅是骗子，哄骗了你。不可能。你又怎么能断定我的师傅不是神医？难道你认识松鹤神医？哼，这个你就管不着了。江若雪说着，身上都拔了掉。江老夫人不仅感觉自己的腿不疼了，还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便下床走路。逸晨，你看我腿好了，不疼了。是啊，娘，以后您定会长命百岁的。对了，雪儿，我的这腿疾以后再也不会犯了吧？这以后的事谁能说得清楚？毕竟天气多变，也不是本妃能控制的。你这是算哪门子的医治好？
我说江丞相，谁敢保证以后的事？你都不敢保证你明天出门会不会被狗咬死，本妃哪敢保证老夫人以后不会再生什么病？只是腿疾而已，她定能治好。那她为何还要给曾经虐待过她的老太婆医治好呢？只是为了先应付眼前的疼痛，毕竟收了对方3万两银子呢。江若雪，你说话不算数，你这是耍无赖。错，我这不是耍无赖，反而是最真诚的表现。我说保证老太太以后都无病无灾活到200岁，你信吗？他的话让江一晨无话可说，谁也不能预测未来，但他坚信江若雪绝对坑了他，江若雪才不管他什么想法。看了一眼专心缝制狐皮的沈婉惜，狐皮大致已完成，于是伸手拿过来，不用缝了，然后走到了江晴心面前，将狐皮赠予他。六小姐肌肤瓷白，娇俏无双，只是这世间所有美好的东西，旁人都不会甘心情愿赠予他人，要想真正的拥有，还需靠自己努力拼搏。所以本妃可以将这件狐裘送给六小姐，但接下来还需你自己缝制。多谢七王妃提醒，晴心明白了。不用谢，本妃也只是想看狗咬狗而已。不，或许你可以成为狼。我可以成为狼，阿姐，你带我走。我可以成为狼，你让我咬谁我就咬谁。好啊，但你若真要跟我走，便得跟江家断绝关系。江若雪，你这个灾星，你要敢拐走我儿子，我给你拼命！娘，不是阿姐要拐我走，是我要跟他走。为什么？儿啊，你是丞相府的嫡子啊，身份如此尊贵，怎么能跟丞相府断绝关系？你别再自欺欺人了，我是嫡子，却活得猪狗不如。这世间就没有比东阙国的丞相府更黑白颠倒、更肮脏的地方了。我要离开有错吗？可你走了，娘怎么办呢？你就是娘的天，娘的命啊！你也走，我可以问阿姐借钱，给你在外面置办一处宅院。不，我是堂堂的丞相夫人，我怎么能住在外面呢？我生是丞相府的人，死是丞相府的鬼，我不走。小远，你也不能走，你是要继承这丞相府的家业的呀。呵，那么多年，你还是执迷不悟，半点没看透。你真是对不起外祖父和外祖母对你的培养。我的家业我自己能挣，不需继承任何人的，我也不屑。我是卑贱祸水，我是卑贱祸水。新姨娘这么多年的忍气吞声，不就是等丞相夫人和沈姨娘自相残杀吗？你好坐收渔翁之利吗？可这么多年你也看到了，蔡慕瑶她就是个废柴，根本不敢跟沈婉惜斗。你若想不再看沈婉惜的眼色，除了让她死以外，那就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你的女儿身份地位比她女儿的高。您开玩笑了吧？七王妃，妾身从无此念，妾身只想伺候好老爷，养育孩子，平稳度过此生。哼，你也不用在本妃跟前来这套虚假的话。本妃今日也不是来当红娘的。说着，江若雪正要踏步走进院子，这时又来了一辆马车，江粉英被丫鬟扶着走了下来。见过三王爷侧妃。英儿，你怎么来了？女儿听说祖母的腿疾又犯了，特意跟皇后娘娘告了价钱来瞧瞧。还是我的婴儿孝顺，走，咱们快进去吧。文好。给我站住！七王妃有什么事吗？你也知道本妃是七王妃，那三王爷侧妃见了本妃，为何不行礼？本妃还没走呢，你们竟敢走在本妃的前头，如此以下犯上，该当何罪？妾身见过七王妃，给本妃跪下！什么？江粉英一时没反应过来，顿了好一会才红着眼眶看向了江一晨。都是自家姐妹，雪儿还是算了吧。是你跪下，还是本妃去皇后娘娘面前？我跪。皇后特意交代了，她不准再跟江若雪这个小贱人有矛盾，反而要拉拢好她。若是这个时候江若雪跑去皇后面前嚼舌根子，皇后定会重重的处罚她。给本妃磕3个响头，说3声你是个卑贱祸水，本妃便饶了你。我是卑贱祸水，我是卑贱祸水，我是卑贱祸水。七王妃，你放过婴儿吧，妾身替她受罚。你也跑不了，拜你们所赐，给本妃安了一个灾星的名号。本妃从小就没得到过母亲的疼爱，也见不得别人母女情深。既然你这么疼江粉英，你便与她同罚。妾身。快磕吧，不要浪费我们小姐的时间。江粉英紧紧咬住牙关，心中的恨意像疯了一样蔓延。总有一日，我一定要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是卑贱祸水，我是卑贱祸水，我是卑贱祸水。好了，婴儿，赶紧起来去看你祖母吧。沈婉惜连忙把她拉了起来，她知道江一晨找江若雪来就是给老太婆治病的，
可这么大一个功劳，他怎么可能让江若雪得了去？必须让他的女儿去给老太婆医治。可即便是沈婉惜和江粉英在着急，也不敢走在江若雪前头了。我的家业我自己能挣，不需继承任何人的，我也不屑。好一个不屑！本来我这个丞相府的一草一木也没准备给你这个小畜生，不就是要断绝关系吗？现在咱们就把文书签好，今日你就给我滚出丞相府！小远，小远，你不能丢下娘啊！任蔡慕瑶悲痛欲绝，泣不成声。江若雪拉着江清远离开了丞相府，两人都未回头。江若雪带江清远来到皇城最豪华的酒楼，点了一桌子菜。小远，吃吧。阿姐这是要给我送行，还是送我上路？为什么不能是我对你好？阿姐若想对我好，将我带去七王府，有的是时日对我好。可阿姐偏偏将我带来了酒楼，还点了一大桌子我在丞相府从未吃过的东西。想来阿姐对我自是另有安排。你倒也是挺聪明的，配当我江若雪的弟弟。没错，我是为你送行的。既然我把你带了出来，你又是我的弟弟，我又怎么会只让你当一头咬人的狼？你要做猛虎，要当雄狮，要所向披靡，要无人敢欺。我定不会让阿姐失望。小远，你记住，你永远都是为自己而活，或者日后成家了，为你的妻子、孩子而活。你无需活成任何人期待的样子，只要你自己开心快乐就行。姐姐让你变得强大，也只是为了让你今后在这世上能不受别人的欺压，不受别人的限制，有能力也有权利的去选择你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我知道了，阿姐。江湖上有个名为七杀宫的组织，吃饱后晚清便会送你去七杀宫，你将要在那里受到1年最严酷的训练。虽然里面有免费食宿，但这些银子全是我身为姐姐给小弟的零花钱。好，谢谢阿姐。阿姐，你说的七杀宫可是那个公主被称为灭绝女魔头的七杀宫吗？是。阿姐竟然会认识七杀宫的人，真是太厉害了。我今日所有的本事与人脉，也都是我这10年来刻苦学习、努力奋斗得来的。所以你到了七杀宫，也要跟着教头好好学。放心吧，阿姐，我会的。吃完饭回到七王府，江若雪快速的进了屋。王妃还在丞相府用了午饭吗？对着那帮人，我哪能吃得下饭？我带着小远去酒楼吃的。看来你对你嫡亲的弟弟还是不一样啊。他今日也跟江家断绝关系了，往后跟着我，我养他。那他人呢？送去，我让婉清送他去学艺了。这倒像是你的作风。虽然我能养他一辈子，可我不乐意养个废物。万一哪日我不在了，他怎么办？不许咒自己。怎么，王爷舍不得我死？自然，有王妃在，起码本王能吃好玩好。对你以后坐上后位也大有帮助啊。什么男人才算好夫婿？是皇上吗？既然你知道了，就好好帮他吧。最近我也想清楚了，虽然江若雪让人不舒服，但是他说的没错。要是晴心能得到陛下宠爱，推举3王爷做太子，那不是更有效果？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容易受控，会听从我们的命令。一会，太后、陛下、皇后便都来了。齐皇孙媳妇过来，坐在我身边。遵命。皇祖母身体好些了吗？好了，好了。自从服用了你的几服药后，我的腿脚更有劲了，头痛也消失了，吃得香，睡得好，简直像回到了10年前似的年纪。太后娘娘，臣的小女儿晴心给太后娘娘准备了一首曲子，祝太后娘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准了。没想到丞相府千金哥哥才华出众，特别是六小姐尤其出色。粉英时常提到与六妹手足情深，闻之其婚后仍不忘在家思念六妹，可否将六小姐送往3王府，做个侧妃，以解思亲之苦？他这话说的那么明显，谁也明白了他的心思。江粉英则讨厌他欲望无止境，但因身份卑微，无法在这样隆重的场合发言。然而，没有任何人预料到，皇上景业竟慢慢的走到江清心面前。把头抬起来，你叫什么名字？回皇上，臣女名唤江晴心。晴心倾城，深获朕之心。即日起，江丞相之女江晴心晋升为正四品婕妤，并于3日后入宫举行册封大典。谢主隆恩。谢陛下。丞相府有3个女儿，可上有江若雪这个嫡女压着，下有江粉英那个明珠罩着，只有她是个可有可无之人，不受待见。以后她才是江家那个颗最亮的星星。皇帝虽然已经50岁了，但后宫年年也是有年轻的女子进入，众人也没对他封江晴心为婕妤多吃惊，只是感叹江一晨好命，3个女儿全嫁进了皇家。陛下，这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江六小姐，她是你2个儿媳的妹妹啊。
这有违。有违什么？皇后对朕封个婕妤便说三道四的，也是有违妇德。如此嫉妒，还怎么管得了后宫？陛下教训的是，臣妾日后定会好好对待江婕妤。这天，太后高兴，陛下欣喜，宴会热热闹闹的持续到了晚上。江若雪坐得累了，就去外面走走透透气。有王妃在，起码本王能吃好玩好。那王爷准备怎么报答我？不如以身相许吧。好啊。王爷刚才说什么？本王说，本王愿意以身相许，只是本王有心无力，所以还得委屈王妃自己来。江若雪她本意只是调戏一下他，就喜欢看他傲娇又害羞的骂他，怎么他这次顺从了？那本妃可就不客气了。他伸手将他抱到了床上，景墨玄一动也不敢动。很快，身边就传来了他均匀的呼吸声。很快就到了太后的70岁寿辰，因着近来太后的身子康健，心情爽朗，寿宴也办得格外隆重。所有的皇亲国戚及3品以上的官员都准许带家眷进宫为太后祝寿。这就是那个残疾七王爷吧？听说他的王妃是丞相府那个不受宠的嫡女，没想到长得竟然如此好看。好看有什么用？被娘家厌恶，又嫁了个终身残疾的皇子。上天果然是公平的，给了她美貌，也给了她苦难。都别说了，她虽然是丞相府的弃女，但学了一身的拳脚功夫，飞扬跋扈。上次醉仙楼，她不仅杀了一个辱骂七王爷的男人，还把3王爷都打了呢。何止啊！上次镇国大将军府门前挂的尸体，就是去刺杀他没成功，反而被他给反杀的。天哪，他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怎么如此狠了？王爷，你今天真帅。哟，七皇帝和七皇弟妹还真是恩爱啊！不及二皇兄和二皇嫂。不提那个母夜叉也罢。谁是母夜叉？你瞧瞧这里那么多的人，哪个敢揪自己男人耳朵的？你若是母狗，别人也不敢在你面前自称母夜叉。我。过了会儿，3王爷与江粉英也赶到了。此时，容颜已复原的江粉英为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不过这反倒引来一些千金的嘲笑。丞相府还四处散播言论，说江4小姐是天命真凤，5小姐是灾星。为此，江丞相还把5小姐送去了乡下的庄子。可如今看来，这4小姐长得远不及5小姐。是啊，打扮得跟3野芦花公鸡一样，俗不可耐。即便江粉英听了这些话，心如针扎，但她也不会当着这些人面发怒。况且她只是一个侧妃，身份低微，也没有资格动怒，只是瞪着江若雪。你这么狠毒的盯着本妃干什么？脸好了，眼睛就想瞎吗？七王妃误会了，大家说七王妃长得比妾身美，妾身只是想看看妾身跟七王妃差在哪里。要不再回娘胎再长一遍吧。七王妃说的是，容貌是天生的，妾身这一辈子都比不过七王妃。这时江逸晨也带着这家眷来了，但他只带了沈婉惜和江晴心。江晴心平时在丞相府就跟隐形人一样，以前宫里的宴会江逸晨是绝不可能带他来的，但这次不仅带他来了，还让人给他精心打扮了。爹，你怎么把六妹也带来了？你六妹也到了说亲的年纪了，今日所有达官贵人都在，也有不少公子哥，我带她来自然是希望她将来能找个好婆家，对你以后坐上后位也大有帮助啊。掌柜的，这珠钗怎么卖？姑娘真是好眼光啊！这珠钗上的珍珠可是上好的东珠，您看这光泽，这大小，整条街找不着第2颗。你就直说多少银子吧。姑娘真是爽快人，这根珠钗要300两银子。哟，这根珠钗好漂亮啊！真是晦气。夫人也喜欢这根珠钗吗？自然。这珠钗本来是要300两银子卖给您身边这位姑娘的，若是您能加价20两，这根珠钗就是您的了。我可以加价30两，给我装起来吧，找个奢华的礼盒。掌柜的也不问问，他敢跟我抢东西吗？你怎么在这？我在哪里？还用跟你报备吗？抢我的东西，你也配？滚！江若雪，我劝你收敛一点。你功夫再好，可你没有靠山，那也只能是莽夫。而自古莽夫都是死的最惨。我没有靠山，你有吗？我当然有，天下皆知，我的女儿乃是真命之凤，即便你怎么从中作梗，也不可能逆天改命。谁笑到最后的人才是赢家。还想笑到最后？那我就让你现在死！江若雪，你敢动我，老爷不会放过你的。沈婉惜，你不是说靠山吗？告诉你，在这个世上，我就是靠山，连死令就是陛下想要靠着我而给我颁发的。你觉得我会怕区区的江逸晨吗？真是笑话！江若雪，你放开我！好啊，你求我说你这个贱货求我，我就放了你。我求你，我这个贱货求你放了我！大点声，没听见。你掐着我的脖子，我说不大声。
掌柜的，现在可以把珠钗卖给我家小姐了吧？好，好。哎呦，我的腿好疼啊！谁能把我送去医馆啊？必有重赏。路人见状纷纷避让，无一敢向前帮忙。所有人都亲眼目睹这名妇女是从饰品店丢出的，若为她挺身而出，恐怕还得遭同样对待。这时，远处走来辛芷婷和江晴心。呀，这不是沈姐姐吗？姐姐，你这是怎么了？新姨娘，快来啊！我的腿被江若雪摔断了，请务必将我送医馆救治。对不起了，姐姐。虽然妾身很想帮你，可是我实在无法与七王妃对抗呀。哼，腿断了，真好啊！看这个贱妇还怎么魅惑老爷。辛芷婷，以前我说的话，你可是半点不敢违抗的。怎么，现在你觉得靠你即将入宫的女儿，便能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了？姐姐仍未清醒吗？丞相府一共就3位千金，嫡出成了7王妃。我的6小姐现在可是陛下的婕妤，然而你生的4小姐不过是王爷侧妃，见到2位妹妹，可都要点头哈腰的呢。你啊，那身份可就是低如贱泥呢。沈婉惜，今后再也别想指使我。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原来你之前的隐忍都是伪装的。如今你的女儿才刚封为婕妤，你就迫不及待地展露你真正的面目。别忘了，是你的女儿入宫，而非你得罪我。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在丞相府消失。那姐姐尽管放马过来，看看我们谁会先倒霉。看看你的脖颈，似乎刚刚才摆脱了7王妃的毒手，这次侥幸活下来，若以后仍不知收敛，恐怕终有一天会死于非命。你心儿，咱们走。你爹特意叮嘱，你的嫁妆一定要选最好的，不能让你明天进宫丢了颜面。话音刚落，母女俩转身后，竟发觉江若雪正悠闲自在地望着他们。对于沈婉惜，她可以尽情侮辱；然而面对江若雪，她却不敢有丝毫怠慢。妾身参见7王妃。吴姐，曾经她绝不敢如此叫唤，只因今日境况已然改变，她已是陛下中意之人，正4品的婕妤。而江若雪纵然傲慢，亦不敢轻易招惹于她，且她此举亦是好于江若雪，显示她已站到了后者的阵营。真是我的好妹妹，果然没让我失望。在这个世上，人善被人欺，费尽一切心机爬上高位，为的不就是把曾经欺辱过自己的人踩在脚下吗？吴姐说的是，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10年河东10年河西，过去欺压我的人都该下地狱。妹妹要出嫁，我这个当姐姐的理应添些嫁妆，这钱给你压腰了，宫里用钱的地方多，拿着吧，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我只是为了让你在后宫爬得更高，站得更稳，从而更好地对付皇后和沈婉惜母女俩而已。小时候我都是按着帮江粉英陷害吴姐的，吴姐难道就不怕今后我一样跟她站在一起来对付你？你若是那样的胸无大志又无脑的草包，我无话可说。况且别说一个你了，就算再来10个罗淑敏，我也只是当后耍耍罢了。话音刚落，他便抬步离开了。江若雪回到七王府就直接回屋了。时间过得很快，一晃3天就过去了。这日，江若雪正在花园里陪着景墨玄晒太阳。七皇弟妹真是有雅兴啊，竟然在这赏月！滚开！你发什么癫？本王是发癫了，明明你这个女人像个恶魔一样，本王应该恨你厌恶你，可本王却日日夜夜都想你。雪儿，快过来让本王抱抱。那不如咱俩玩捉迷藏吧，要是3王爷抓到我，我就让你抱。好，好。3王爷，快来抓我呀！非礼呀，非礼呀！救命啊！若雪，你怎么了？雪雪，雪雪，你别跑，我的小宝贝，快来让本王抱抱。不要，不要！父皇，皇祖母救命啊！你胡说八道什么？闭嘴！真是混账！一个皇子竟然要非礼自己的弟妹，如此无德，败坏皇家风气！来人啊，给哀家把3王爷拉下去，重打20大板，给他行酒。母后，凤儿只是醉了酒才胡言乱语的，你饶过他这次吧。20大板，他受不住的啊！皇后真是养了个好儿子，风流成性。今日他敢非礼弟妹，明日是不是就敢把色心动到朕的后宫？不仅要重打20大板，还要闭门思过1个月。来人，拉下去。是。雪雪，别跑！雪雪，本王爱你。不堪入耳，把他的嘴给朕堵上。雪雪不怕，他就是一个垃圾。皇祖母和你父皇会为你做主的。谢皇祖母，谢父皇。天色已晚，朕和太后也都累了，大家都回吧。等众人都走了之后，皇后和江家人却没有要走的意思。七王妃，你可是妾身的亲妹妹啊，为何要勾引妾身的夫婿？你的夫婿算个屁，值得本妃去勾引吗？大胆！以你的本事，根本不会惧怕3王爷。
你是故意趁他醉酒引他到太后和陛下面前，让他失态，好受到惩罚。江若雪，你好歹毒啊！三王爷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害他？我就是故意的，你能奈我何？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若不先对我有歹心，我也不能引他过去。是他自己要找死，我只是顺手而已。本宫知道你恨江家，可你一个女人嫁的夫君又是个双腿残疾之人，要想后半生过得好，还是要靠娘家亲姐妹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若是将来三王爷登基了，皇帝就是你的姐夫，你是个聪明人，为何总干不利己的傻事？你觉得我的后半生需要依靠别人来活吗？日后无论谁登基了，谁若敢为难我与我家王爷，我就直接嘎了谁。江若雪，你胆大包天，就不怕陛下杀了你吗？你忘了，我有免死令。你到底是什么身份？你还没有资格过问。实话告诉你，我无心朝堂争斗，但是我与江家有仇，不共戴天。还想当国丈，当皇后？哼，门都没有。难道你与本宫和三王爷作对，只是因为三王爷娶了江粉英？是，江粉英的夫君是谁？谁这辈子就不可能登上皇位，除非休了他。江若雪，你果然是灾星，让人休了自己的亲姐姐，你简直丧心病狂。既然你从小就认定我是灾星，那我若是不让丞相府家破人亡，都对不起你日日如此的诅咒。今日话我就放这了，我与丞相府不死不休，只要江丞相你不亡，就永远得给本妃下跪行礼。江若雪，我是你的亲爹呀！闭嘴！你的女儿在你把她赶出府的时候就冻死病死了，是景墨玄这个你们瞧不上的残疾之人救了我。整个皇城除了他，你们在我眼中皆是蝼蚁。江逸晨，我已经劝过你，既然不听，那就不能怪我把你们给江家埋了。哎呦，这个逆女气死我了！灾星啊，灾星！五王爷可是喜欢七王妃？你好大的胆子，竟然偷听我们讲话！你都听到了些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听到，我只是刚刚路过此地，看到七王妃跑走了，而你又这么落寞，才想过来安慰你一下的。哼，本王与七王妃只是从前认识而已，你若是胆敢在旁人面前乱嚼舌根子，本王定饶不了你。五王爷放心，我永远都不可能做出对你不利的事。听说是你自己向父皇请旨要嫁给本王的，本王可以娶你，但丑话说在前头，本王此生绝不会对你有任何感情。你若安分守己，五王妃的头衔一辈子都是你的；若不然，本王定会休了你。你们罗家对本王构不成任何威胁。另一边，江若雪吃完宴席，回到了七王府休息了。第二天，江若雪刚吃饱，放下碗筷，楚寒来报：王妃娘娘，江丞相来了，在大门外候着呢。放他进来，本妃倒要看看他又要来找什么事。江若雪，当年赶你出家门的是我，你有什么怨恨都冲着我来。你如此残忍地对待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良心被狗吃了吗？有话说清楚，别跟本妃打哑谜。还有见到本妃先行礼。你参见七王妃，前些日子你将沈姨娘的腿摔断，这事就不提了。可问了，要了3万两银子，说能治好你祖母的腿疾。可这才过去多久，她又疼得在床上打滚。今日你跟我去丞相府，把你祖母的腿疾给根治了。江逸晨，本妃给你脸了是吧？上次本妃说的不够明白吗？治病这回事，没有谁能保证下次不犯。3万两银子是上次的看诊费，这次再想本妃去10万两银子。不可能，你就是存心坑我的。江逸晨，你真是个傻子！从我出生就被你骂作灾星，无论我与府内的谁发生了矛盾，你都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抽我一顿。别的府内的嫡女那是锦衣玉食，爹爱娘疼，可我吃了上顿没下顿，你还有脸找我回来为江粉英替嫁？在你眼里，恐怕我都不如条狗吧？你以为我回来不坑你，还会像舔狗一样抱你的大腿？也不看看自己算个什么东西，滚！身为丞相的江逸晨虽然无法只手遮天，但旁人都对他毕恭毕敬。对于他来说，江若雪只是个令人生厌的女儿，即使他匍匐在地乞求，他也懒得多看一眼。然而，这个微不足道的女人竟然毫不客气地羞辱他，他一昧容忍，结果反倒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顿时怒火攻心。江若雪，我到底是你的生父，你身上流着的是我的血，我怎么对待你呢都是天经地义。可你如此对我，那就是大逆不道，有违纲常。砰！本王打你，有没有大逆不道？有没有违背纲常？七王爷虽说是陛下之子，可七王爷的处境难道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还是七王爷以为娶了江若雪便能仗着他的事了？楚寒，掌嘴！好大的胆子，竟然偷听我们讲话！你都听到了些什么？见过皇祖母、父皇、母后。雪雪快免礼，这便是你五皇兄。见过五皇兄。景默深看着江若雪，眼眶几乎疼痛不已。这位守护10载的小师妹，也是他心中渴望迎娶的那个人。他修炼刻苦，期待早日下山，
只为更快地遇见他，向他表达情感。可是没想到归来时，一切都改变了。她成为他的弟妹，而他已有未婚妻。师门有规定，弟子首次下山，首年禁止透露师门信息，也不能让旁人知晓他们的关系。七皇弟妹不必多礼。五王爷，这红豆糕味道相当不错，您试试。谢罗三小姐，陌生与我这侄女仿佛天生一对，看似陌生，实则充满甜蜜。尚未成婚便已互敬互爱，七王妃，你觉得如何？儿臣觉得五皇兄玉树临风，温文尔雅，才高八斗，是世间难得的好男子。七皇弟妹，母后问的是你觉得五王爷和罗三小姐这对婚配怎么样？你只是夸赞了五王爷，难道你对五王爷还有点什么见不得人的小心思？二皇嫂，我当着大家的面称赞五王爷，这有何不可？再说我的丈夫和他未婚妻都在场，这不是公开宣布了吗？哪里还算秘密？雪雪说得对，是否适宜，必须经过实际接触与共同生活才能了解。天造地设，金童玉女的说法不过是装饰罢了，最重要的还是要郎情妾意，彼此爱慕心意相通才行。母后说的对，但这夫妻啊也是要磨合的。既然申儿回来了，那他与罗三小姐的婚礼就尽快举行吧。下月初8是好日子，就那日完婚。谢陛下隆恩。谢陛下。父皇，儿臣才刚回来，想多些时间陪陪皇祖母，还有您和母妃，也想好好看看这皇城里的一草一木。婚礼之事，还是再多等2年吧。你只是要娶亲了，又不是还要离家。结了婚，你一样可以多进宫来陪你皇祖母和母妃，一样能去皇城里转悠，没有半点影响。此事就这么定了，谁都不许再言。这场宴席又是一直持续到晚上，歌舞升平，君臣同乐。景默笙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趁着没人看见，把江若雪拉到了一个偏僻的凉亭里。师妹，好久不见，我好想你。怎么了？三师兄，我都长大成人了，而且还出嫁了，男女授受不亲，我们太过亲密不合适。是师兄唐突了，小师妹你怎么会突然嫁给我七皇帝？这个就说来话长了。本来呢，父皇是准备让江粉英嫁给七王爷的，但江逸晨一心想让江粉英嫁给未来储君，所以便将我找回来替嫁了。可是以你的本事，你若不想嫁，没人能逼迫你。难道是你自愿嫁给七皇帝的？是，小时候他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愿意嫁给他。小师妹，你糊涂啊！报恩的方法有很多，你为何一定要嫁给他？你知不知道，婚姻不是儿戏，嫁给他会毁了你一辈子啊！师兄因为七王爷双腿残疾，就瞧不起他吗？我没有瞧不起他，他是我的皇帝，他双腿残疾，我只会心疼他。我希望他能娶一个体贴他、照顾他的好王妃。可这个王妃不能是你，因为师兄也希望你能嫁一个好夫君。三师兄，别说我了，说说你吧，你是不是不想娶罗素贞啊？你若是心中有了喜欢的人，我去跟父皇说。没有，我只是单纯的觉得这婚事太仓促了，没有充足的准备。但想一想，我总是要娶亲的，娶罗三小姐总比娶个陌生女人强得多。好，那我就先走了，再见三师兄。再见。看着江若雪一路离去的背影，景默笙不禁泪湿了眼眶。小师妹，你我此生再无夫妻之缘了。你好大的胆子，竟然偷听我们讲话！你都听到了些什么？楚寒，掌嘴！是王爷。本官是丞相，是江婕妤的父亲，谁敢打？你竟敢打我！本王是皇子，你是臣子，本王就算要了你的命又如何？胆敢以下犯上，楚寒去把丞相大人丢到门口，让他跪到七王府大门口醒醒脑，不然他还以为这东阙国的江山姓江。放开！你们放开本官！跪好了，你不是喜欢来七王府门口闹吗？那今日便让你闹个够，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我家王爷和王妃能是你一个狗东西可以随便欺辱的吗？本官是江婕妤的父亲，你一个卑贱奴才竟敢羞辱本官，本官一定要杀了你！江丞相有本事尽管杀，当年你不就是这么让我们家年仅6岁的王妃在大雪天跪在地上的吗？世上竟然会有你这么狠心残忍的父亲，就算你最后落得五马分尸的下场，都是罪有应得的。江丞相，你可跪好了，身子若是歪斜一次，我便抽你一鞭。你们都给本官等着！这不是江丞相吗？他怎么跪在七王府门口啊？七王妃是他曾经丢弃的嫡女，想来是来找麻烦，被七王妃罚了。活该！这些个皇亲国戚还有大臣们都因为七王爷腿瘸了，就欺负他。如今他娶了个厉害的王妃，最好把那些人都踩在脚下。围观的人越说越激动，有人就随手将臭水果朝着江逸晨扔了过去。住手！都住手！刁民！
王爷，将丞相昏了过去。通知丞相府过来把他抬回去，免得死在我们府门口。晦气。是。江若雪终于过了几日清静的日子。这天，她正带着婉清在街上闲逛，突然看到一群身穿奇装异服的人浩浩荡荡而来。让，都让开！既然你找死，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是谁？胆敢挡那一公主的路，罪该万死！江若雪把小男孩递给了她惊慌失措的母亲。那一公主，你们是北蒙国的人？既然你知道我们是何人，还不跪下磕头认错？那一公主，你们是北蒙国的人？既然你知道我们是何人，还不跪下磕头认错？我是北蒙国的将领熟儿，马车上坐着的是我们公主，她是来联姻的。你们2个女人竟然敢对我们不敬，存心挑起2国战争，乃是千古罪人，应当千刀万剐。马车里的人，给我滚下来！何人胆敢在本公主面前放肆？你说反了，是你们胆敢在我东阙国放肆。你是何人，竟敢如此跟本公主说话？我是何人重要吗？你是何人也不重要，只要你们敢在我们东阙国作恶草菅人命，我东阙国的每一个子民就都可以反抗驱赶你们。说得好，欺我东阙国者，虽远必诛。北蒙国公主滚出我们东阙国！滚出去！滚出去！放肆！你竟敢跟本公主动手！你找死！来人呐！公主万万不可！太极，你身为北蒙的国师，竟然眼睁睁地看着本公主受辱而无动于衷吗？公主别忘了，咱们是来联姻的。等公主成了东阙的皇子妃，想杀一个刁民还不是轻而易举。可如今若我们刚踏进东阙国的皇城，便大开杀戒，东阙的皇帝未必会护着我们，还请公主暂且忍耐一下。有本事你报上名来，待日后看本公主怎么收拾你。公主了不起，报出我爹的名字，吓死你！我爹是东阙国位高权重、家财万贯的丞相江逸尘。怪不得你敢这么嚣张，不就是丞相吗？等着瞧吧，本公主早晚有一天把你们丞相府抄家灭族。那公主你可要加油了，嫁个好皇子，以后做了这东阙国的皇后，争取早日把丞相府全族都赶了。滚开！本公主要进皇宫，别碍着本公主的路。好嘞，公主您请。江若雪笑意盈盈地到了路边，这往后的日子可越来越热闹了。心情一好，她便又来到了醉仙楼。在醉仙楼听了一会小曲，就回府了。第2日，陛下要给北蒙国公主举行欢迎宴，所有王公大臣又是必须到场，尤其是皇子们。等江若雪和景墨玄到的时候，其他人都已经落座了，只等太后、皇帝、皇后和蒙国公主了。谢，七皇弟妹，这是从西蛮国运来的瓜果，香甜爽口，你尝尝。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给我献什么殷勤？那有什么关系？托你的福，上次就所有人都知晓本王心悦你了。既然大家都知道了，本王也没必要藏着掖着了。滚！不知廉耻的东西，我麻烦你撒泡尿，好好照照自己那狗样子行吗？你是哪里来的自信，跟我们家王爷比的？少来恶心我！三王爷这是对七王妃还贼心不死呢。可不是吗？话说回来，三王爷侧妃长得是挺美，但美中带着俗。七王妃可是天仙般的人，哪个男人不喜欢？按理说，七王妃是丞相府嫡女，跟三王爷最配，但可惜她不受江丞相待见，竟然嫁给了七王爷。可惜呀！可惜什么？我看七王妃对三王爷厌恶得很，反而对七王爷体贴入微，说不准她是真心喜欢七王爷。算了吧，谁会喜欢一个双腿残疾之人啊？我敢保证，若是七王妃没成亲，肯定会对三王爷动心。没过一会，太后、皇帝、皇后还有北蒙国公主那依已经到了，景夜让成了年的皇子们都站成了一排。这些都是朕的皇子们，那依公主看上哪个，朕便为你们赐婚。那依先看了看景墨深，又看了看景墨雨，最后眼神却看向一众皇子身后坐在轮椅上的景墨玄。陛下，请问那位坐在轮椅的上的男子是谁？他也是朕的儿子，第七子景墨玄。那太好了。七王爷，你是我见过长得最英俊的男人，陛下，我就看上您这个七儿子景墨玄了。那一公主，你天姿国色，又身娇金贵，景玄他自幼双腿残疾，此生都无法站立，日后给不了你幸福啊，你还是再挑挑吧。皇后娘娘，本公主也没瞎，自然看得出来七王爷身体上的缺陷，但本公主喜欢的是他这个人，一见钟情，本公主就要嫁给他，也不介意养他一辈子。可是咱们这七王爷已经娶了正妃了，那一公主你若是要执意嫁于他，恐怕得委屈一下做妾了。就算七王爷娶了妻，身份再高也高不过本公主，
让七王爷休了他便是。本公主可以给他1大箱金银珠宝作为补偿。本王绝不会休妻。多谢奈伊公主的抬爱，但本王跟王妃两情相悦，知心知己，此生只愿执她之手，白头偕老。七王爷，你确定要如此不知好歹吗？你可知道得罪本公主的后果是什么？恐怕是公主没有认清自己的身份。天下分4国，我东阙国乃是最繁华鼎盛，南渊国次之，西蛮国和北蒙国则落后贫瘠。本王是东阙的皇子，你是北蒙的公主，你有什么资格强迫本王娶你？又有什么资格来我们东阙选夫？你们北蒙若是诚心联姻，那也是要看我们东阙的哪位皇子能看得上，而不是你在这耀武扬威、挑3拣4的整。七王爷说得好，区区北蒙国公主一进皇城就打我们的子民，进宫联姻，还要侮辱我们的皇子，欺人太甚。七王爷身残志坚，我们东阙的每一个子民都更应该自强，地域外敌。那一公主滚回你们北蒙。景烨惊讶地看着景墨玄，这是他20年来首次认真观察这位不受宠的儿子。过去他总是胆怯懦弱，然而他仅用几句话便激发出国家的尊严。然而北蒙军队强大，凶猛无比，若开战，东阙将无人可用。都住口！那一公主远道而来，我东阙泱泱大国必须展现出我们的待客之道和广阔的胸怀。只是那一公主，我这七儿子已经婚配，七王妃也不是俗人，的确休不得。那一公主还是在3皇子和6皇子之间挑一个吧，他们2人都无正妃。可那一只看上了七王爷，不知七王妃到底是何人，竟会休不得。是本妃。是你那个打伤了本公主的护卫的野蛮女人。你的护卫在我东阙的皇城，便敢故意让马蹄踩踏孩童，本妃将他杀了又何妨？陛下，这就是您说的待客之道吗？孩童挡了我们的路，我的护卫驱赶他何错之有？反而是这位七王妃嚣张跋扈，丝毫不将我们北蒙国放在眼里。你敢谋杀本公主？七王妃是想要挑起2国的战争吗？那一公主说的没错，本妃就是没把北蒙国放在眼里。你们要战便战，我东阙国的儿郎早就磨刀霍霍了。你们来联姻，不就是因为天寒地冻，你们北蒙国粮草不足，国人挨饿，想要我们东阙的救济吗？说好听了是联姻，说难听了，你们就是要卖公主来换物资。求人就要有求人的姿态，一个被卖了的公主，还敢在我们人人敬仰的东阙国陛下面前趾高气昂的，本妃就算就地把她杀了，你们北蒙国又能奈我们何？你胡扯，我父皇才不会卖我，他是让我来东阙挑选一个好夫君的。挑选？你有什么资格再挑选我们东阙的皇子？哪个皇子看上了你，那便是你的荣幸，还能轮到你挑挑拣拣的？念你远道而来，本妃提醒你一句，最好认清现实，明白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不然你在这里3天可能都活不到。陛下，我们公主千里迢迢来联姻，的确也是要尊重东阙皇子的意愿，但七王妃如此狂妄的言行，有辱我们公主，更是藐视我们北蒙，也理应得到惩罚。国师说的不错，但七王妃有免死令，即便是朕也无权处置她。免死令，即便太极不是东阙国之人，也听说过东阙国的免死令。这七王爷不过是个废人，他的王妃何德何能，能得到免死令？我说老头，刚刚本妃说的还不够明白吗？本妃就是藐视你们北蒙国，你要是看不惯本妃，就修书一封，让你们的国主出兵来把本妃擒了。若是没这个本事，就好好夹着尾巴做人。你这个女人如此狠辣猖狂，根本配不上七王爷，你应该自请下堂。呵，只要是本妃，别管是温柔还是嚣张，不论是善良还是狠毒，我们家七王爷都喜欢。你以为你是千里迢迢来联姻的，敢打本妃男人的主意，本妃让你变成千里迢迢来送人头。你那一气得脸红脖子粗，想抽出新买的鞭子去打江若雪，又想到自己打不过他，任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也只能将委屈往肚子里吞。罗淑敏觉得差不多了，便给景墨雨使了个眼色。奈伊公主，本王景墨雨乃是皇后所出排行第3，对公主一见如故，甚是喜欢，想求娶公主为本王正妃。长得倒是也不错，皇后所出，那就是嫡皇子。没有意外的话，他将来便是要继承东阙国的皇位的。到时候我成了这东阙国的皇后，一定要把七王妃这个贱人活埋了。好，本公主就嫁你了，10日后我们完婚。哎呦，陛下你看，这奈伊公主跟雨儿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那皇后就着手准备他们的婚礼吧。是，臣妾遵旨。今天这宴会虽然出了点小插曲，但也算圆满了。回到七王府，江若雪检查了景墨玄的腿，可越检查越迷惑。你这腿没什么大事了呀，为什么就是虚弱无力呢？到底是哪方面出了问题？
看来不下狠药不行啊，改日还是让楚寒给你熬一锅蝎子蜈蚣来吃。本王不吃。别耍小孩子气了，吃了你就能像正常人一样了。这日天气晴朗，阳光四射，江若雪便带着婉清来到了街上，准备去药铺买几只蝎子蜈蚣来。谁知刚进药铺就碰见了沈婉熙，江若雪本想当作没看见。够了，七王妃，本宫是让你来给江侧妃医治的，茶水害她这事不用你操心。你算老几啊？你让我干什么我就要干什么。你江若雪，你别太过分，本宫毕竟是皇后，且本宫的哥哥手握10万大军，只要本宫想杀你跟碾死蚂蚁一样简单。那皇后娘娘可以试试，我保证下次尸体挂的地方就不是镇国将军府门口了，而是皇后娘娘的这期蜈蚣。你敢，不知天高地厚。我不是说了吗？皇后娘娘可以试试啊，试试你就知道我敢不敢了。罗淑敏自然知道她敢，但她贵为皇后，被一个弃女如此顶撞威胁，又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可眼下她的确又不能拿江若雪怎么样。保住江粉英肚子的孩子，什么条件你说吧。皇后娘娘，江粉英乃是我亲姐姐呀，她腹中的孩儿可是我的亲外甥，若能保住，我怎会不尽力？只是我医术实在浅薄，实在无能为力。依我之见，不如将姐姐的师傅松鹤神医请来为她诊治吧。此刻我上哪儿去找松鹤神医？他远在异地云游，即便赶来，怕也得好几日之后了。本宫瞧你就是故意不愿为他医治。皇后娘娘着实冤枉臣妾了。那江粉英本就是松鹤神医的徒弟，她自己都保不住的她，臣妾一个连半吊子郎中都算不上的人，又怎能保住？可你都还没有给江粉英号脉，她已然见红了，臣妾又未曾生育过，虽说与她亲厚，却也怕她的霉运沾染于我。再者，臣妾对妇科病症着实一窍不通，尤其是保胎这般大事，万一诊治有误，臣妾可担不起这责任。简直一派胡言。罗淑敏连皇后的仪态都顾不上了，江若雪会惧怕，她已然看透，江若雪分明是铁了心不想为江粉英医治，也是她那般憎恶江家，怨恨江粉英。江粉英滑胎，她怕是心中暗喜，怎会出手相助？居然你不会医，那你来干什么的？这不是皇后娘娘您宣召臣妾，臣妾不敢不来吗？我的肚子好疼啊！王爷，王爷，我好怕啊！王爷，我不想失去我们的孩子。不好，看来江侧妃这胎的确是保不住了。玉儿、那姨，你们俩赶紧出去，你们过几日就要大婚了，免得这污秽血光冲撞了你们的喜事。是，母后。七皇弟妹身子娇贵，也赶紧走吧。好，好。他的孩子要保不住了，而他的夫君，他最心爱的男人，则和一个他马上要成亲的女人无情的离去了。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江粉英泪如雨下。哦哟，这不是七王妃吗？七王妃是病了来抓药吗？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是来买人参和灵芝的，我们家婴儿怀孕了，得多补补。关我屁事。唉，是跟你没什么关系，但你也嫁去七王府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这肚子里怎么就没有半点动静呢？嘴贱是吧？我的嘴。沈婉熙，你真是记吃不记打，还敢拿话对我，以为这样就会戳到我的痛点吗？我只会打得你痛的生活不能自理。你除了有蛮力还有什么？你就算打死我又如何，也改变不了你嫁给了一个废物的事实。我的女儿嫁的是嫡皇子，如今又怀了身孕，她成为未来国母那是指日可待，而你只能孤独终老，成为人人唾弃笑话的寡妇。赶着我家王爷！沈婉熙捂着脸还想大骂，可看到江若雪骇人的眼神，终归是胆怯了，只能拼了命的哭喊。这时一个身穿宫装的丫鬟突然跑了过来。见过七王妃，皇后娘娘召您立马进宫。皇后娘娘找本妃有何事？江侧妃摔了一跤，出血不止，皇后娘娘请您去保全小世子。你说的江侧妃可是三王爷侧妃江粉英吗？是。她怎么会摔跤的？是谁要害她？奴婢不知，只是奉命请七王妃。你回去告诉皇后娘娘，一定就是七王妃害的江侧妃，让她去，只会害死江侧妃的呀。皇后娘娘要为江侧妃和未出世的小世子讨个公道啊！七王妃，情况紧急，请您尽快进宫吧。本妃去看看也无妨。你不能进宫，你不能去害我的婴儿。滚开！我们江小姐要是害你们，直接一包毒药就能把你们丞相府满门都毒死。你把咱们该买的药材都买了，我进宫去瞧瞧。是，小姐。不知皇后娘娘找我来，所谓何事？七王妃，你来了。江侧妃不是摔倒，御医说有滑胎的风险。你无论如何也要帮忙保全胎儿。真的吗？江侧妃好端端的怎么会摔倒？是不是有人嫉妒她怀有身孕，故意要害她呀？你看本公主干什么？她摔倒那是她自己体弱废物，跟本公主可没有任何关系。本妃也未说是公主所为，公主何必如此激动？
够了！眼看着两人又要吵起来，罗淑敏开口制止。如今让他儿子娶了北蒙国公主这个有强大后台的女人才是正事，所以就算是那依害了江粉英，他也只能替她掩盖住，绝不能让这事发酵。